Hello，早上好，早，大家早上好，妹妹早。看到单亲妈妈的捐助，给你看哭了。看来你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呐。你好美，你们也很美，你们也很美。今天有没有照镜子的时候跟自己说很美？有吗？有吗？看到可以买书，还没有吧？我们还没有书，还没有上吧？目前还没有全平台上架，还在沟通，应该对呀，本周就快了。没上，你们在哪儿看到可以买了？还没上呢啊！意外的感性，怎么变有趣啊？有趣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跟你讲，幽默感是一种特别难得的品质，你们觉不觉得？觉不觉得幽默感是一种特别难得的品质？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积累，好像真的很难幽默。呵呵。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各位宝子早上好，你们都吃饭了吗？起早真难为你了。那咋办？那我这是吧，3年场场不落，每周3场，不都得定时定点嘛，对不对？正在吃啊，国际章离婚了啊，他们那个老汪同志扯快乐证，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他不是都扯了好几趟了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现在是我以后每一场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报一个日期，好不好？这样你们就知道我这场是不是直播了。现在是2023年10月24号早上10点02分啊。每一次都有人说这是直播吗？是直播吗？我看的是真人吗？在学校人际关系不好怎么办？你把我们金贵的关系学通，做学校的人际关系不应该是降了一大级吗？对不对？来，我们开始连麦吧。要保持清醒的脑袋，我感觉我还没下头。Hello， 你好。你好，琪琪，是我吗？哎，对，你说。喂。是的，你说。你好。哎，怎么掉了？不能退出哦，宝子们不能退出哦，退出就听不到喽。Hello。是我吗？哎，对的，你好。那个我是111，你还记得吗？什么100年没来了你？因为我最近过得挺舒心的，我就是找你来就是有烦心事儿。我这1年就是1-2年过得非常舒心。你这叫啥？幸福不见面，落难大团圆，是吧？幸福不见面，落难大团圆。我就是想让你，因为我不用我那个号，是因为我男朋友关注了我那个书，然后我怀疑他也总看你，因为他说的话跟你说的有的就是挺像的。因为我是你的老粉，我知道嘛。就我跟你说，男朋友就是后来我们俩在一起那个，你有印象吧？
就是给我买东西，然后给我弄房子的那个。不是那个跟你好多年的，从发小吗？对对，知道。就断断续续很多年。然后呢，我们就最近我就过得挺舒心。我这个人吧，就是也不算什么美女吧，就是属于比较清秀的嘛。然后他对我也挺好的。然后我男朋友我也不是属于，虽然我不会跟他有明媒正娶那一步吧，可是我跟他也不属于2+1那种关系。就是还是女朋友，就是想做就做，想闹就闹。然后呢，就是他不会给我什么，就是什么动不动几百几千个也没有，但是他每个月就是5个到10个的，就是生活费他会给我，然后我过得也挺快乐的，知足常乐嘛。然后他也不怎么管我，然后我男朋友也长得也挺，就算挺精神挺帅的，也挺年轻的，然后他也不怎么管我，爱喝就喝，爱玩就玩。然后就是我过得挺快乐的。然后行了，你赶紧说，你这是真是凡尔赛，几年不来一来就能讨人嫌。没有，就是我想，没有，我就是有个烦心事，因为我现在就意外有求了，没有保护好自己，也是我的错嘛。我自我也反思了，我跟他也承认错误了。然后当时我在天津拍戏，我不是干影视的嘛。然后我在天津拍戏的时候，我就很意外的，就买眼药水，那3块5毛钱的眼药水，你说凑个单凑10几块20块钱起送，你说我凑10几块凑个啥？我就随便凑了一个吧，就意外就中招了。然后吧，我就跟他，当时他不是干私募基金的嘛，然后他北京和上海两头跑，他当时可能人在上海，因为我在拍戏，我们2个也就有一搭没一搭说话。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就是我就说你得回来呀，我也马上回北京，我说待不下去了，就心烦意乱嘛。然后他第2天他就飞回来了。然后我知道他也不会要，然后从我这儿我也不会要。就这个事儿有事儿就解决问题嘛。然后他的解决方案大概是他第2天给了我3个，这个3个就是不算是解决这个事儿，就让我定一定。就是别太焦躁了，别再就是打转什么的。然后呢，他说他当天晚上因为我自己先去验了个血，我就想把这事儿就是确定了，咱们再往后聊嘛。因为然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他说他当天晚上有应酬，然后有应酬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他要，因为我前阵子睡觉特别早，就是他说喝点白酒的话，他可能也聊不明白。你小心不要违规啊，不要说违规词啊。然后那个什么，然后他就第2天来找我们2个就面对面开了一个小会，然后就大概就是我想听听他怎么说嘛，就是不要怎么个不要，就是想听听他怎么说。然后他说那个就是说他首先现在经济下行很严重，因为他前阵子挺心烦的。他说很多行业吧都受重创，虽然表面上还挺风光的，只是他烦心事不跟我说，就这么个意思吧。然后那个他说另外他不接受就是说被赶鸭子上架的事儿。他说他对就是说就是那种事儿吧，他道德上并不认可，就是说不明什么就是正什么那种关系，就是外边再有这个，他道德上他也不认可，这个事儿我也不认可。然后我们2个就挺达成一致的。他说他现在吧就是手里边也确实有点倒不开账，然后他现在是连着反正大概给我的算是20几个，他今天应该还会再转给我10几个，然后他到时候会跟我一块儿去医院，然后再给我找一个阿姨，然后就是照顾我。他说他之前对我的陪伴也确实挺少的，就是挺亏欠我的。我们2个我确实没有因为这个事儿作他闹他，因为我遇见大事的时候，你今天有啥问题？你赶紧的呀！我想问一问，他这些处理方式不是说想后撤的处理方式吧？没有啊，都不挺正常的吗？就是没有说我们俩明明没有什么大事，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他觉得是个麻烦事儿，他就不搭理我了，就没有这个事儿了。没有，那除非你又跟他又是哭又是闹又是要留又是要搞的，那才会。你现在这样不会。我没有。就是没问题，不用太焦虑是吗？没问题呀，没问题。你们俩又不是1天2天了，哪会因为这么点事儿？只要你自己知进退，就没什么事儿啊。他也就是有事儿解决事儿呗，这么一个。对的，你们俩发小呀，那都这么知根知底的人了，哪会因为这么点事儿怎么着？你又没有作他，又没怎么着他。行，那好了，那麻烦你了，拜拜。这娃我们超级老粉了，以前场场来，场场连。我说了吧，他属于是幸福不见面，落难大团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是正经男朋友。他这个男的是正经男朋友，但是他这个男的就是年纪轻轻就非常非常有米了，就是特别有米，然后呢也特别舍得花，所以说呢他就是个浑然天成的多偶，浑然天成。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直播，说明今天这个号出问题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大本营，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我们1年365天都是我说的这个时间直播，但是呢，我的账号非常不稳定，大家懂的啊。所以说你们如果说找不着我，我肯定在播，多找找啊。来下一个。没有大本营，大本营就是你们要找到我们的这个地球啊。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蛐蛐，我是老粉丝了。你的英文名跟我是一样的。我就尽快。你说。我就尽快说。我今年33岁，和老公都是超一线城市普通家庭，结婚8年，娃7岁。婚前我有做点小生意，赚了近200个。婚后他创业8年，赚了1000个。家庭线米1000多个。我婚后发现他一直有玩某赌的恶习。2年前我发现他有100多个的小贷窟窿，加给其他女嘉宾投入20多个，我们就公证了委内协议，然后80%所有的都归我。今后的债务与我无关，他承诺好好工作，求原谅。这事情后我就每个月只给生活费，米管得很紧。有一点要提一下，就是公司和家庭的米一直在我名下。我一直觉得这是他对我很大的付出，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工作。最近大半年呢，他开始天天玩某牌到早上，没精力工作，生意也越来越差。我就这3个月没有给他米，他估计打某牌也有点盈利，并且不想我管他。之前就没问我要，这几天他就开始发疯，说他不能自由支配米，赚的都是给家庭的，和他没有关系。他可能想一次性要几十到100，我就估计嘛。我说还原到每个月给一笔固定的，加业绩提成。他一会儿同意，又一会儿把我说的很难听。其实这2年他一直想要回京吉大全，闹了 N 多次。3年前我给过他100个，但是后面就没了，可能也是花到某赌上了。另外我在婚姻中，就是这一点要提一下，就我犯了一个大错，就是投了某基到现在就是基某金亏了200个，我一直很内疚，也造成我行为上可能有一些节约，就相对我们的家庭水平比较节约。那我今天问题就是现在他给我造成了挺大的精神压力，就让我有烦恼了，不是像平时那么平静自洽了。然后和他相处我觉得很不自在，会反感。这是我拿经济大权该承受的代价吗？蛐蛐有什么建议？现在他每个月花费多少呢？他因为这3个月是他没有问我要的，但是在3个月之前的1-2年，每个月我会给他2个左右，但是全部是不包含买名牌呀、公司开支呀，包括吃饭呀，反正买东西啊，家庭的阿姨都不算。什么这玩意儿怎么能算他头上？你这个账算的，你真是。对，他个人开销要多少？就2个 W， 他出去就是我给他2个 W， 但是他实际的，因为他经常会去搞某牌，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花多少，但是我给到的应该是2个左右。你们现在的家庭年收入多少呢？现在就平摊到每个月下来，因为我们开支也很大，就是能剩下的每个月可能在5到10个吧。不是你们的家庭营收啊？营收可能在100-200，就是如果说是算到花掉的，应该200-300吧。一年吗？还是1个月啊？对，一年。一年，那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把他的这个给他的米适度的放宽一点点，但是经济大权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可松动的余地跟空间。哎，你刚刚说，你说你很节省，你平时是个什么情况啊？就是我说的节省，只是他比较大手大脚吧，就是
可能买名牌上我对这个没有追求，但是开支是在这个城市中不算特别小，就是说，不会去乱买名牌，浪费钱这样。那你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点呢？这个点跟你们今天的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在这一点上受到什么困扰了吗？我一直会觉得这是我的错误，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犯了这个就是投资错误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应该也应该就是对他放宽一些，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他最近这样提出，我会有一点点怀疑他是不是外面又有了这么一个窟窿。对，反正经济大权你这边必须锁死，这个是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跟余地的。然后呢，你刚刚说就是你之前有一个这个鸡某金的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已经是发生了，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你需要学的，你需要明白的是不要去想要挣认知以外的米，这个是你需要明确的一个点，而不是在花钱这个点位上。其实往往花它反而能够花出经验，花出认知，花出圈子，但是你们真正的乱投，这个才是窟窿。所以说你犯过那个错误，他要修正的点位是在于你不要去干那些自己能力以外、认知以外的事儿，这个是你要修正的点位，而不是在于花钱这个事情上面去修正。好的。你不能说把个圈子越花越 low， 层级越花越低，对吧？把个人越花越邋遢，那这搞个毛啊！主要就是我其实就一直挺担心他这个恶习会不会在，他的恶习是他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两件事儿分开看，懂吗？你的问题在你的点位上做修正，他的问题，他这个事儿很难修正，只能说靠你把米控死，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因为我看了你2年直播了，终于轮到我有困惑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来连一下。好，希望你们还是只是看不用连啊。好的，那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好，拜拜。好，再见。你们有的时候这种自我惩戒措施也是很搞笑，是吧？因为投米捅的窟窿，后来就开始省吃俭用。然后呢，下次再等着一个机会再投一把，想一次搞回来，那才是大大的错误，好不好？任何时候，我们如果说是因为一个投米的行为，或者说一个创业的行为，然后给自己整了一个窟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想着我是认知不足，能力不够啊，要在这些点位上面去做努力，不要去想着什么你省吃俭用。你说你们亏个200万能买多少个包？啊，你说你平时省着不买包、不买表、不买车，啥也不买，最后呢，全部投到那个窟窿里头去了。我跟你们说，真的，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还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说我17年的时候被人骗钱吗？然后那个钱其实啊，我手上一直都是留着比较多的现米的，知道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买房呢，我也当时呢想买那个150的。但是我就怕，哎呀，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就买了个130的。然后买车呢，其实呢，我是想够那个，就是当时想够那个将近快100的车，但是呢，我又觉得，哎呀，那搞得压力太大了。然后呢，我就搞了个50的车，结果那个米就被人骗了。你们知道吗？真的，我现在呀，我这个花钱真的是。我每一次花米的时候，我都花的自己可开心了，可愉快了，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个钱呢，但凡变成了东西吧，它还能用来包装自己，还能傍身，是吧？你真的手上缺了的时候，有些东西它还能换成米。你手上那个米留多了呀，就怕你个认知不足，欲望又大。最怕的就是这个时候你手上的米全部会为你的认知买单，知道吗？到时候你就会后悔，为什么我当初不多买2个包？为什么我不把那个表买了？妈的，把那个劳力士买了，这2年还涨了，你还会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那不止，我前后趟了个200万的坑。我17年的时候，知道吗？我17年的时候，我那1年的时间，我前后就摊了200万的坑。
虽然我还在一个年轻貌美的阶段，但是我就已经承受了同龄人无法承受的负担。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的书马上就要上架了，我们的书现在这几天在弄链接了啊，弄好链接就给你们上。来下一个。这个老汪扯快乐证这事儿要分析啥原因呢？这咱咋知道啊？这俩人也没吵架，也没干嘛，只能说人家不是很正常吗？Hello， 你好。去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啊，你好，非常喜欢你，佩服你的睿智，希望你能帮我分析一下我接下来该怎么选择。我的基本盘是，我89年985本硕，然后170 48公斤，行政，年入15，无房无车，有40的存款。乡镇工薪家庭，有个弟弟，但家里比较宠我，家庭氛围比较好。我是从1线城市毕业，回到3线城市工作，然后一直心气儿比较高，相亲也比较挑剔，然后不要违规啊，不要说违禁词啊。然后30岁的时候，通过机构对碰认识了男嘉宾，91年985本，176 65公斤，企业年入25，贷款房，有一个车，没有存款，农村家庭，有个姐姐，家里比较穷，但是都比较宠他。他爸爸脾气比较差，家庭氛围也不好。然后他妈妈身体不好，没办法看孩子，他靠自己打拼攒钱首付和买车。目前在一起4年。我眼里的男嘉宾就是比较算计，然后比较直男，情绪不稳定，但是有责任心，比较顾家操心，爱干净，会帮我处理很多小事情。然后我一直嫌弃他的家庭，但是也边嫌弃边接受。有一次他体检有一些小问题，我又嫌弃他，然后提了分手。后来去看医生说没有事儿，又接受。有几个关键性的事儿，就是3年之前我体检查出了高危那个 H 感染，我第一次是给他，然后确定是他传染给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分手1个月，后来他一直求复合，不承认自己干了坏事儿，然后我就选择了相信他，原谅他，但是一直没有再跟他有10点半。后来他工作调动去了异地，省会2线城市。开车1个小时，我还在3线城市，我就搬到了他的新房去住，他每周末回家。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运动的时候，因为我平时我觉得他一直就是看不惯我，就是嫌弃他之类的，然后就有一次我运动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我让他在后面拉着我，他就松手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很严重，然后就把我的腰给摔伤了。然后我养病养了得快3年了，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就因为这个 H 某 V， 然后还有身体受伤，我一直不敢跟他10点半，然后3年都没有。然后每周末回来就是分房睡，然后他期间提了多次订婚和结婚，我也没有同意，没有拿定主意。后来就是会有一些吵架、摔东西之类的，还有轻微的一个动手的行为，然后我现在就是找到了他那个2线城市的一个稳定的工作，本来想去投奔他，然后他有一天晚上又突然告诉我，他体检又查出了有就是第2种病，一个弱阳性，但是我问他干什么事儿了，他说就是去了一次按摩店，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医生判断是假阳性。后来就是复查了2次，也都是阴性，也做了那个 H 某 V 的检查，都是阴性。不要再讲这个部分了，快点跳过，快点，快速。
然后就是目前，我也不敢让他碰我，反正就是3年多一直没有发生。然后就是他现在承诺以后工资上交，去2线城市买房，写我的名字，但是他首付估计也得我需要出一部分，然后以后一起供。就是我现在有3个选择，我想让您就是判断一下哪个对我有利。一个是就是继续跟他一起去2线城市结婚生子，一起首付买房子；第二个就是分手，我现在在3线城市再继续相亲；第三个就是不要违规。错了。第三个就是我自己去到2线城市，但是可能因为我现在身体有一些焦虑，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也怕我自己就是在新岗位上没法适应，所以就是这3个选择，不知道哪一个更合适我。你去2线城市为什么就一定要投奔他呢？你不能为了自己去啊。就是一开始去是为了投奔他才去的，你自己因为我不觉得现在在去好3线城市，这个工作也是比较待遇也挺好，也比较舒心。就是没有他的话，我可能不会想着就是去。那你就在3线城市对着碰呗。这男的不是，关键在于你们2个人属于什么，你知道吧？属于互相看不上，互相嫌弃，不是你单方面的嫌弃他，你们俩属于是互相看不上，互相嫌弃。3年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他是一定是长期都有这种PC 干嘛的，一定是长期的，不可能的。是他是我拒绝的，他每次不重要回来都想不重要啊。只要是你们3年都没有，那么这个男的这个事儿，他一定是长期稳定在发生，他不是 PC 就是 YP， 总而言之，他一定有渠道，明白吗？要不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都不懂，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到底要干啥？你的目标跟你的动作要一致。你要是想在一起结婚嘛，你就该怎么发生怎么发生，对吧？该结婚结婚。你要是不想跟他好吧，你就赶紧拜拜。你说你们都是普男普女，我说个不好听的啊，都是普男普女，最重要的不就是你的时间光阴青春吗？你除了你的时间光阴青春能够为你去匹配一个稍微好点的优质的对象，你还有什么去匹配呢？你不把你的时间节约出来，你跟他在这耗，那你就跟他接呗。你又不接又在那耗，你在干嘛呢？就是你觉得他现在，我还能跟他接吗？他这个人，你多大了？我34了已经。就是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脑子有坑，知道吧？你要是纠结接不接，早点纠结，早点掰。你都34了，你又不是什么很光鲜亮丽的这种女孩子，随便耗。你又不是说对婚姻没有执念，我一个人过。你又是那种巴拉巴拉又想结婚，又想过个安稳日子，你在那耗什么呢？所谓能不能结婚，也要看你自己是个啥，你知道吧？不是说看这个男的能不能结婚，也要首先要对标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懂不懂啊？那我现在跟你说，你不要跟他好，那你后面再找呢，越找越差，你怎么搞？除非你能放弃婚姻执念，你对婚姻有没有执念？有。你看，那呀，你就赶紧的就结了算了，知道吧？真的，赶紧的就结了算了。你说你在一个3线小城市，你又是个普通生活，你又无房无车，啥也没有，你再怎么找呢？你再找，还不是就是在烂苹果堆里头找个烂的不是蛮狠的这种。我可以买房买车，我只是没有买。能不能放下婚姻执念，随遇而安一点，可不可以？如果可以，那就不要想着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34啊，如果你们在小城市还想着结婚，你现在把这个人放手了，我能够打保票，你这2年会变得异常之焦虑，懂我意思吗？你就是说必须得选一条路走，要么就是我无所谓结不结婚，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反正到时候有合适的再说，没有合适的就算了。你有这个心态是可以的，因为婚不是非结不可，在我们看来婚不是非结不可。但如果你做不到，你说我就是想结婚，我不结的话，到时候我怕人家这个说我那个说我受不了这个压力，那我就建议你现在立刻马上就跟他结了算了。选一条路走，
别在这中间就是荡。我还有一个男嘉宾2号，就是之前认识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考到了2线城市，然后他说他也可以调到去2线城市。他是单亲家庭，有2个姐姐，然后他有车有房，也价值100万吧，他可以去2线买房首付。但是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个男嘉宾1号长得帅，就是稀烂。你觉得这我这评价你就2个字，字，我评价你就2个字，稀烂，知道吧？自己啥没有还要看脸，你说你不稀烂谁稀烂？自己啥没有还要天天晃，然后完了以后居然还要看脸，我的妈呀！你说你在干啥？真的，你说你在干啥？你到底是结婚呐？我就建议你不要看脸，好不好？那你觉得这2个哪一个更好一点？哪个经济条件好？4年，哪个经济条件好就选哪一个，哪一个经济条件好选哪一个，懂吗？这个婚姻到最后过的是柴米油盐，哪个经济条件好选哪一个。我都说了，你这是在烂苹果里头找一个烂的不那么狠的，知道吧？也差不多经济条件，就第一个可能挣钱多，但是没有存款；第二个可能挣钱没有那么多，但是有一些存款。第二个目前你没发现啥恶习吗？那就第二个吧，好吧？你让我在这里头选，真的，你把我累死了，真的，你把我累死了。就是我要是跟第一个的话，能签什么协议保证？协个毛的议啊！你1个月挣几个，你还签协议？你签什么协议啊？你保护谁呀？你签协议？就是保证他以后不再做。那没有用，不具备法律效益啊！时间到了啊。好，谢谢。哎呦，我的妈呀！最近我那个大号不能播，搞得我这个咋回事越来越下沉。啊，不是，我跟你们讲啊，姑娘们，我们呐，任何时候真的你其实很难做到真正的所谓换位思考，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坐到他的位子上面去，你们明白吗？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关系一个人呐，我们不能够非常简单粗暴的说你们这个男的不行，这个男的不行，还是说哎呀他蛮好你就跟他好，其实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就是非常迅速的给出他不行或者他很好，其实都是在基于我们自己的环境，基于我们自己的条件在说话，这个才会产生你的第一反应，知道吗？我们所有的第一反应其实都是基于自己对自己的需求认知，自己对自己的价值定位，再去给别人第一反应的解答的。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去看待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整体大环境千差万别。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讲，我说我刚开始做这个情感赛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收费很低嘛，然后我接电话呀，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女孩说出来的问题我解决不了，完全解决不了。为什么？她在18线小城市，然后呢干着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她不能跟那个男的掰。为什么？因为她一跟那个男的掰了，她就不是原厂设置了。她认为她不是原厂设置了，她在他们那个地方就会臭掉。然后他的父母要上天台，他的父母要上天台，他自己要在那个小城市里面，因为他那个什么体制内的工作，他不能撒手。然后他认为他一旦跟这个男的掰了以后，他就会臭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的环境造就了他认为他手上的牌是这样的。我站在我的位置上，我能跟他简单的跟他说，你走，你不要在那个城市待呀，你换个城市生活呀，你换个城市啊，是吧？我能简单的跟他说，哎呀，那不是原厂设置，不是原厂设置呗，那多大个事儿啊？你什么是吧？这裹小脚，我能够直接这么去跟他给吗？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身处的大环境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像刚刚这个姑娘，她一定要是基于他自己的情况再去看他手上的牌，而不是基于我们每个人的情况。
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去对标他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情况就是一个34岁在3线小城市啊，然后呢自己无车无房，年收入10来个的这么一个女性形象。你只用去思考她这个女性形象，然后你再去思考她对于婚姻还有执念，因为她还怕别人指指点点，她还怕她结不成婚，错过婚育年龄，这个就是她的现状。所以说这个就是你们需要去想的一个问题，然后你才能说你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一刀切了说，哎，你这个男的不行，这个男的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他的退路是什么？我们能给他找退路吗？我们是不能给他找退路的。我们能帮他屏蔽身边那些声音吗？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能帮他从那个3线城市的环境里摘出来，让他换到1线去吗？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能够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知道吗？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人根深蒂固的一些命运和成因的，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跟你们讲的呢。那常年没有那个的，这男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不是 PC 就是 YP， 没什么别的，真的不是 PC 就是 YP 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曲曲你好。哎，你说。我打开我的稿件，有点紧张。今天很高兴和你连线，然后我是你的新粉丝，然后之前看了你很多切片和直播，觉得你很有智慧，而且就是本身是一个很善良纯真的人，特别是你讲友情，还有以前一些就是唱歌生涯那些不公平对待，我就自己带入，然后就觉得很敬佩你。然后我今天主要是想询关于正常婚恋的问题。我基本情况是今年27岁，身高166，长相自评7分。我是香港本科毕业的，然后工作跟家现在都在超一线，目前是在一家外企工作，年入22W。未来几年个人预期是可以上升到30到40W，家里资产大概在800个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曲曲。第一就是我现在是否应该进入围城，还是先将重心放在工作上？然后如果我想要更多米或者是跨阶层的话，您建议我走雄竞还是靠婚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事业心的，然后想在职场上闯一片天地嘛。我对结婚其实没有太大执念，然后又觉得生孩子对我身体伤害很大，但因为到了适婚年龄，然后父母比较着急，说我过了30就不好结婚了。然后我家庭情况是我是老大，还有一个要高考的妹妹，还有一个要升初中的弟弟。父母有养老金，而且也快退休了，不需要我赡养，但我自己会担心他们未来身体不好，然后我就觉得结婚可以给我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也可以分担我未来养老的压力。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正确的评估我自身价值，就是您觉得我这个水平就是找另一半的上限和下限是怎样的？就是我家庭情况会不会是一个扣分项？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嘛，然后虽然他们成绩也很好，然后也不需要我去照顾啊或者是担心，但是我自己会有这么一个担忧。就先咨询您这2个问题。你谈过几次恋爱啊？谢谢。谈的次数比较少，就2次。谈2次都是什么条件的男生呢？我上一段是异地恋，然后男方是在上海，还没毕业，他是读博，所以他那个经济水平也一般般，但是他在上海有房。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大学的时候谈的，然后经济水平跟我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就是花销什么都是基本 AA， 然后也没有说给我付出太多。你有接受到过什么让你觉得可以让你跨越阶级的这种异性投来的橄榄枝吗？暂时没有，就是我现在目前有接触几个男嘉宾，经济水平都
比我好一点。嗯，我要接着说第3个问题吗？就是目前有通过社交软件认识几个男嘉宾，第一个就是27，跟我一样，年入30，无车无房，在2线城市有房，他长相身高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第二个就是年入40，在我家附近买了房买了车，但是有贷，他跟前女友就是因为彩礼问题分手的，比较看重女方经济实力吧。第3个是年入50，有房有车无贷，但他会比较看重情绪价值。您觉得哪个男嘉宾更适合我一点？你如果说你刚刚想达成的目的说啊，我希望通过婚恋是不是能够稍稍的把我往上带一个台阶，或者能够让我的后方更稳定，那肯定是经济条件好的更好呀，对不对？经济条件越好越好呀。你这个3个里面肯定是3号比较好呀。那这个里边它就是需要你修炼到你一个段位的问题了，你的情绪价值，你不能说啊我是独立女性，我也怎么样，然后我还想让别人捧着我哄着我，那肯定是不行的。我刚刚为什么问你以前的感情经历呢？因为你以前的感情经历它会对标出你在择偶市场的一个价值，你可能就是一个外貌方面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平的一个女生，对吧？所以说你并不会说非常容易受到所谓的来自更高阶层的这种异性的关注。那么婚姻这件事于你而言呢，去跨越阶级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说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更多的是寻求一个大后方的稳定。比如说你现在有对什么的需求，你现在有没有对身份啊，对什么户口什么这方面的需求有没有？户口没有，因为我就是超一线，就是户口就是已经在这，然后家也是在这边。就我自己目前可能想就是挣米，就是挣得越多越好那种。就是说婚姻啊，可能很难达成你要的那个目标。那么如果说你要达成你那个目标呢，可能事业呢它相对来说会靠谱一点，但是这个也要基于一个你对自己的清晰的自我评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过高的高估自己的能力。你原来的院校好不好？你在学校里的时候成绩好不好？然后你成绩还可以你是在好的学校毕业的吗？对，我在香港top 20吧，就是比较出名的。OK， 然后你现在的这个就收入水平，在你能够接触到的同龄人里面算一个什么水平呢？个人感觉应该是中上，但是我还是不太满意现在的这个收入，所以想再往上走。你走雄性这个事儿呢，应该问题不太大啊，问题不太大。你说你现在年入30，你未来奔到个什么年入100-200，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是很大的。那走婚恋呢？婚恋我觉得它是一个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让1+1大于2的一个作用吧，但是它可能于你而言不太能起到一个能带你跃升阶级的作用。现在你给我看的3个男嘉宾，我觉得3号可能会合适一点，但是你需要去包括把我们金贵的关系啊，就是好好的学一下，因为面对这种，因为他也算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单身男青年，有车有房，50万年薪，对吧？是。那这个男生他的择偶的条件一定不会低的，那他最高的标准的其实就是在于情绪价值这一块。你刚刚也说的很好，那需要你更多的忍让，更多的妥协，温柔啊，这些东西你得懂，你得会，要不然的话你到最后还是拿不住。是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本身就是比较难提供情绪价值，这玩意儿是一个技能。我跟你讲，我们有一句 slogan， 对不对？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我们是把情感这件事情作为跟什么会计师啊、律师啊、律师证一个事儿在玩。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技能，相当于是如果我要用这个技能的时候，我要用得上，我要用得出来，我要能发动得了，而不是我没有，明白吗？所以你去找一个这样的男生啊，年薪50万，然后呢有房有车，看着还比较优质的一个单身男青年，你如果想要去找这样的男生，其实于你而言是一个比较好的对象，但是这样的一个对象也是需要你有这个技能去发动的，否则的话你去跟人家去拼说，哎，我也是独立女性，我也有能力这个那个，那你因为别人不需要你的这种所谓的个人价值，因为或者说你这种个人价值还没有达到别人的预期。明白，那我就回头学一下金贵的关系，对的，提炼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对的，这方面的东西是一定要学的。
你不可能，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成长路径啊，又没谈过什么恋爱呀，一心又想着搞事业，不太可能具备这个技能，懂吗？是的，我也觉得自己这方面特别欠缺。对，然后我还想问一下曲曲，就是我记得你说过，就是在职场不要搞男女关系嘛，然后我又觉得我们老板是生意男，所以我就没往这方面去钻研。但是我就是目前有没有可能说，通过跟一些行业客户去链接啊，或者怎么样，产生一些就是更好的一些关系？因为我们平时也是要跟客户打交道，这样子，就有没有可能发现大佬？你要干嘛？你所谓的发现大佬是为了干嘛？你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走男女关系，还是说你只是为了搞事儿？走男女关系。我告诉你，就凭你跟我讲的你之前的情感经验来说啊，概率有点低。这个其实我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婚恋是分为2个部分，一个叫婚，一个叫恋。通过婚恋2件事儿，跨越阶级，它有些东西是硬指标。你没有那些硬指标的话，那么你的情绪价值得修炼到非常高的程度。你在这一块有点空白，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现在其实是在从零开始学，你是一个基础小白。是，记着，大佬价值他不是小白搞的，小白在大佬那是拿不到什么的，除非你是一个22岁的小白，明白吗？明白。你现在开始学情绪价值，你也许可以把这个，你先把你这个50万的这个男的能盘明白，你再来跟我谈下一步。你50万的这个男的要是都盘不明白，你就别谈什么大不大佬了。所以就是还是不要往这方面想，是吗？对，因为你精力要聚焦，知道吧？你去看了经过，你会发现其实人际关系它是相通的，但是我建议你把这些东西用在你的生意业务上面，而不是想着去用在男女关系这件事情上面啊。好吧。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不是想赚多点米嘛，然后我就在想说搞一些副业什么，就是有没有可能进入直播呢？就是因为我英语不错，然后外形也还可以。什么东西没有讲有没有可能？你要试了你才知道有没有可能，好吗？啊，拿数据说话啊，哎，好吧。好的，好的，谢谢曲曲，拜拜。拿数据，你们知道吗？其实我的很多提问，它都是在就是追究这个数据问题。你谈过几个，对吧？你以前谈的是什么样的水平？这都叫数据。我是根据你过去的这个数据，得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结论，对不对？你们的很多对自己的评估啊，它是没有数据做支撑的。我7分，你这个7分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对不对？你要说你有7分，那么大概率你从小到大会收到很多的人投来的这种目光、橄榄枝，对吧？因为能够达到7分颜值的女孩，她身边永远都是不缺看起来非常优质的男人的追逐的，只不过这些男的可能有的是想短择而已，你们明白吗？就是这些优质的男的，他会去追逐那些漂亮的女生，这个是必然，只是说他不一定会把你作为长择对象。但是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追逐，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橄榄枝，那么可能也就意味着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对不对？这个就是叫用数据说话，知道了吗？要不然你们所有的东西它是凭空想象的啊，凭空想象是不可以的。还有你们想做任何一件事儿，你们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线，比如说我在多长时间之内，我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但凡有一个什么样的小结果，是吧？比如说我说我做自媒体，我们在多长时间之内能做到多少粉丝，它是个结果，对吧？或者我能做几条超过了多少赞的视频，它是个结果。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些数据，数据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然后你再去得出这个结论，它就不会跑偏跑得太厉害，明白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怕走丢、怕找不到我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来。蛐蛐是我吗？哎 ，Hello， 你好，你好，蛐蛐，你好，你说，蛐蛐，我现在目前正在遭受前男嘉宾的威胁、骚扰、恐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的问题有2个，第一个，我还要不要去上海正常上班？第二个，我万一见到了他，会用什么态度对他？我先说一下他的基本盘吧。年龄30，未婚，我们在 YC 认识。穷屌丝，刚辞职有大把的时间，我们在一起了半年，一共才花了5个给我。他很内向，偏执人格。然后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年龄27，月入10，有400个固定资产。因为我当时不认识蛐蛐，我也不了解向上社交那种。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自己很孤独，而且呢他又对我很好，我根本就不会忍着恶心和他在一起。当时就也没有图他的米。本来就是也不是特别喜欢他，后来呢他又很粘人，情绪又不稳定，我们就在9月份分开了。一开始呢他就要求我见最后一面，要说最后一些话，这些我和他在一起的最后一面都见了3次，该说的该道别的什么东西我认为都说完了。10月8号的时候，那天他还要求我见面，我就不见不回应，他就开始了他的威胁和纠缠。我给他打了1次电话沟通，明确了告诉了他，我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不可能再见他，也为了逃离他，从北京准备不在北京发展了。我告诉他我目前回老家了，但是呢我准备再去上海上班，我不可能见他。第二个呢，给他沟通完以后，他又开始改诉求了。他要求我必须不能再去YC上班，必须要接受他的米。我又给他打了1次电话沟通，告诉他我们已经分开了，无论我生活的好坏都和他无关。但是他还是固执用这个理由威胁我。威胁你啥？后来，威胁你啥？咋威胁？他威胁我要和他见面，然后威胁我要去告诉我的父母我在YC上班。让他去啊！就让他去就完了吗？你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他威胁你个毛线？他有个屁能耐啊他！然后呢，就是我说一下5天前他从北京来到江苏老家来找我，因为我妈是开花店的，然后他在我家店门口转悠了1天，加了我妈的微信说要买花，其他的暂时没有说。今天呢他又给我发信息威胁说，如果我再这样躲着不见，下周他就直接加满。目前正在整理我在 YC 所有的资料。下周去吗？你干嘛呀，大姐？哎，大姐。你出来是搞米的，你都去 YC 上班了，你要是这点你都豁不出去的话，你这辈子就是个穷的叮当响，我跟你把个命都算死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干什么？你跑到 YC 去上班的？你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挣米，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很孤独嘛。你别跟我扯，你去 YC 是不是为了挣米？要不然你去 YC 干嘛？对不对？是不是？你对于米是有强烈诉求的，对吗？你要是去 YC， 你还怕这种三脚猫的男的这么纠缠你，什么还告诉你爸告诉你妈，你要是怕这，我告诉你，你就别在 YC 干了。我建议你去找个班上，懂吗？因为你吃不了这碗饭，你走这条路你发不了财，我跟你把命算死。能够在 YC 场实现真正的财富跃迁的人，是绝对不能够受这么点东西的影响的。如果你能够受这个东西影响，还能够被他纠缠到这个事情里面去，还要跟他什么沟通解决打电话什么这那，你就不要去 YC 上班了，你就不要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就不适合你，你就应该去找个班上，听懂了吗？你也别想着搞什么财富跃迁了，你跃不了。这个男的不重要，好吧？他算个啥？他有个啥？他才挣几个3字儿？他能干嘛？他能干什么？他有权吗？有势吗？有背景吗？
那我现在就是继续去正常上我的班，但是我很害怕我见到他以后他很极端。你为什么要见他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家里的地址，但是呢，他就是把我的身份证、老家电话，然后父母电话，所有的轨迹都查出来了。让他去呀，让他去呀，听不懂吗？你让他去。他已经把我的电话那些地址都查出来了。不重要，让他去。他能怎么着？让他去。听懂了吗？让他去。好。你说你不去，你是狗。让他去。你说你要是不告诉我爹妈，你说你就是狗。你说你屁也不是，你就这么跟他说话，懂吗？你说你看我爹妈揍不揍你就完了，你说你去吧。你说你去吧，你让他去好吗？不要再多说一句都是屁话啊。好，就这样。你们懂不懂？哎，我跟你们讲啊，人呐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还想混得好啊，我想在这个社会上，我要混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程度，我要挣到多少多少米。我跟你们说，这个跟你不要脸的程度正相关。我跟你们讲啊，真的，你挣到多大的米，跟你不要多大的脸的程度形成强烈正相关。你们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从底层做跃迁的人呢，你是个啥也没有的。当你啥也没有的时候，你不要脸呢，那么你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懂吗？如果你啥也没有，你还要面子，你还要脸，你还怕我名声我别人说我这，别人说那，那么等于你跟那些有条件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异化的地方，没有任何打差异化竞争的地方。有条件的人、有钱的人、有势的人、有背景的人，对吧？他也很要脸，他是很要脸的，明白吗？可是你也很要脸，可是你要脸，别人有的那些你一概没有。那么你有什么呢？你有什么呢？你告诉我，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得把它想透啊，你得把它想明白啊。你有多活得出去，它可能就会决定你人生跃迁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你要是说活不出去，那么你就是平民老百姓啊，对不对？那你就去找一个正常的班上，对吧？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好了呀，没有错呀，这是非常非常优良的生活状态，好不好？对吧？大家都是这么过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都已经去干 YC 了，你还在怕一个男的什么他要告诉我爸，他要告诉我妈，你还在怕这，你别干了，真的你就别干了。这是跟我们出来干网红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哎，我冲出来，我今天我冲出来干这个赛道了，我每天就在告诉大家啊，男的女的之间怎么回事。然后呢，你来跟我聊，曲曲，你这样子的话，哪个大佬还喜欢你啊？曲曲，你这样的话还怎么找男朋友啊？啊，你这样的话，以后你嫁人了，人家婆家能接受你吗？你网上全是你这片段。如果我脑子里是这，请问我怎么红？你们告诉我啊！请问我怎么有流量？我怎么能把我这个赛道做透？是不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别人干不赢我？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们不要脸，就是这样。我不在乎有没有什么大佬还喜欢我，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早都已经想透了，我想的明明白白，知道吧？为什么别人干不赢我？他们想讲不敢讲，对不对？哎，想赢得这部分受众，又怕得罪了另外一部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本质的区别，是不是？所以你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你知道那天那个我家新来了那个就是我们做录屏的小伙伴吧，特别好玩。他说：“曲曲，你怎么这么信任我呀？”我说：“咋了呢？”他说：“你也不怕我在你家里给你安个摄像头啥的？”我说：“拍我啥呀？”啊，我说：“拍我
啥呀？我说不会怕我10点半吧？我说那你赶紧给我发出去啊！我说你这要是拍了，我说你可得给我发出去啊！我说我自个儿，我说我这自个儿我找不着，我自个儿往外发，这不太好吗？我这你给我一发，我这不火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现在那个网上还有人拿我以前在酒吧里头蹦迪的照片出来发，我以前那个我们万圣节，我不是穿着网袜，穿着那警察的衣服，人家直接发我那照片，我心想你要不再多翻翻，可能还能翻出点别的。你要不把你的邮箱给我？我给你发点素材，发点压缩包过去。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怕我们直播关了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吗？哎，对，你说，稍等，我找一下我的这个稿子。蛐蛐你好，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对方的情况是，我是想问一下如何和一个身家10几个小目标的大佬长期相处，就是。男方情况是40多一个身家10几个小目标大佬吧，然后在香港住太平山3个多小目标豪宅，扯过快乐证跟孩子跟钱听他提过，他也没有说过他结婚有孩子。然后大佬说他找女朋友的标准是长得好看、性格好、学历高、有能力，然后他说我都符合，就是万里挑一，他自己说。然后我的情况是。现在33岁，然后27岁有进过围城，30岁扯过一次快乐证，之前在巴黎留过学，然后在美国全球排名前20的学校也留过学，然后目前世界前5的科技公司工作。副业的话是在美国很多州都做地产投资吧，然后在美国有不同的州有4、5套房产。年收入的话大概主业加副业可能大概60W美金吧，就可能400W 左右，然后颜值是大概7吧，身边追求者还蛮多，但是身高161也不算很高，然后家里是父母都还有一定社会地位，然后在一线城有2套房产，然后在老家有 N 套房产，反正投资房，就是吃住反正不愁，有一定社会地位，然后也不是巨富那种。然后目前大佬在自己朋友圈子会介绍我说我女朋友，但如果有就是比他咖位高的大佬，他就不会这么介绍我，然后好像反而我是他的小跟班那种。然后现在就是我跟他就基本每天都聊，他在美国没有做过什么投资，所以我现在实际上是也在帮他打理一些美国投资的事情。然后我的问题是，我现在有个短期目标和一个长期目标吧，就是短期是这样的，大佬他属于伯乐男，就目前他有把我就是送到一个总裁班，然后大佬在上课期间会作为学长也会去总裁班当志愿者来帮我，然后他在这个总裁班也不愿意介绍我是他的女朋友，然后说我是他在美国的好朋友，我就想问我去总裁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为和态度，可以同时更好的结交一些别的大佬，但是又不能让他反感。然后长期的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设置一个跟他一个什么样的长期目标？然后我是自己不想进围城，但是呢我确实想要个孩子，对，差不多。稍等啊，你们俩在一起多久？没有多久，3个月左右吧。3个月左右，你未免想的太多了点吧？你想的太多了，你今天问的这么多问题，要基于一个3年的感情来聊，3个月想多了好吗？你现在人家为什么要到处介绍呀？你们也不稳定啊。
对呀、有道理。就先其实也不想他谈，介绍，哎呀，展现自己的光环价值，然后你跟任何一个大佬去链接都是应该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事业啊，你要拿着你自己的事业，拿着你自己的名片出来啊，跟他无关呐。哦，明白。OK， 那所以我要是去的话，那就是说我就是把他当朋友，对吧？然后就是对呀，展现自己。他怎么把你当什么，你就把他当什么。你们出现在公众视野，永远是用一个双向持平的一个态度对待对方的。明白 ，OK。那可是就是，比方说，我感觉他们那些大佬好像就是在聚会的时候，经常就是说，他们可能在不同，比如在美国，他们就也想找一些就是可能学历高的，然后就是这种像我这种类型的女生，然后去陪他们喝酒，然后就特别不舒服在那个局上。就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你说下次你们来联系我，我给你们介绍这个，我把我的小姐妹叫上。这有什么不舒服的呢？你们怎么那么多的内耗啊？因为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他们一堆就是大佬，然后就是你们就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一个点哦。你现在多大？我33了。你是有家庭背景，然后呢自己方方面面学历背景，等于说就是底子比较厚的女生走到今天的，对吗？是的。所以我想告诉你啊，我想告诉你的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自己的雄竞轨道上还要做得更好，那么你一定要不要把自己当一个小妹看，知道吗？因为你实际上已经33了，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的年龄了。这个时候你走出去，你就是应该跟别人平起平坐的。明白。你自己要有一个，你自己内心当中首先要有一个平起平坐的概念，你不会认为别人说这种话是对你的一种什么亵渎，明白吗？当你把自己看作跟他们平起状态的时候，他们所有聊的这种天，你都会融入进去，而不是想着，哎呀，我一个女生，我一个小姑娘，你们在我面前这样子，你们不，其实这个不是别人在低看你，是你自己低看你自己了。OK， 明白。行。明白了，那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现在是应不应该让他想办法让他付出，还是说我应该做一个人淡如菊、出淤泥而不染的人设呢？因为你啥人设呀 ？No， 我跟你讲啊，你又对，又是个问题。我跟你讲啊，我希望你来进我们闺蜜圈啊。是这样的，女孩子在外面是这样子的，你自己的首先你自己的氛围感，你自己的价值感要高，这个东西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所有的东西是什么？我让你付出干嘛呢？那是给你脸，你懂吗？明白。你不要我人畜无害，我出淤泥而不染，你是个傻子，你出淤泥而不染。该有什么叫蛮简单，出来做生意谁不懂互惠互利呢？对不对？谁不懂礼尚往来呢？对吧？为什么人家做生意的时候懂得我想要一个什么资源，我得先付出呢？他为什么在那个情景下懂？他到你这他不懂了？还是到你这你就需要去装傻了？他如果说出去玩的时候，人家那些甲方这么装傻，那些领导那么装傻，他就跟着一块装傻，他生意做得成吗？对不对？我跟你相处，我敢于让你给我付出，这是因为我有底气，懂吗？因为你不付出，多得很的人付出。明白了。OK， 行，先把自己心态调整好。对呀，你干嘛就跑了个弱势心态，莫名其妙。因为我感觉我虽然就是自己还可以，但是并没有见过这么就是没有跟这样。我跟你讲，那什么商学院嘛，是不是？一半都是水货。我跟你讲，首先自己的这个认知啊，你先摆正，你先把自己思想工作做通，知道吧？那一半都是水货。我告诉你，他们任何人如果讲到了你熟悉的领域，或者怎么样，如果跟你的意见不一致，立刻否定他。立刻否定他。你说那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立刻否定他，明白吗？你首先自己不要缩，是这样，我们该体现我们的就是性格好呀、甜美呀，对吧？这种开心啊、这种愉悦都可以，情绪价值都可以给。但是但凡谈到了专业领域东西的时候，我怎么让别人知道我很专业？我怎么让别人知道我跟你们是平起平坐的？首先我在认知上我要坚定，我在框架上我必须是稳的。
你谈到了，你不谈我的领域，我都可以啊，你蛮好蛮，哇，厉害厉害，牛逼牛逼。你但凡谈到了我有认知的地方，那么首先，当你说的不对，我立刻打断你，立刻否定你，就这样。不要怂，不要缩，一半的人都是水货，你把我这句话记住了，一半的都是进去骗的。好的。好OK，吧那长期我怎么考虑呢？就是长期的话，虽然我也不知道能跟他处多久，反正不重要啊。我告诉你，永远的就是稳定自我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从雄竞赛道上来说，你能自己挣到米，能自己搞资源嫁接；从雌竞赛道上面来说，你温柔的温柔，对吧？哎，妥帖的妥帖，那么你就没毛病。你没毛病的情况下，让他动脑子，这个就是高端的玩法。要不然你就把自己拉到那个年入30的群体里头去了。明白。明白。那 OK， 行，好的。那他如果给我打钱，我要接吗？我现在要看打多少咯。就每次可能就打5000多美金，每次都打。他打了干嘛呢？那你接都接了，就不用问了，好吧？以后呢？无所谓，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不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就没有什么处理。收了就收了，这小钱。就没有过脑子，懂吗？我不过脑子，这种事儿有什么好过脑子的呢？好吧，行。好的，谢谢好，拜拜。你们知道吗？那种坦然呐，那种淡然自若呀，就是你给我什么，我都觉得，哎，挺好，没毛病。不错，哎，挺好，哎，谢，就这样啊。反正因为在我们是这样子的，如果当你收入到达一定层级的时候的姑娘啊，在社会上面一定要大气。这种大气就是我大大方方接受别人对我的付出的时候，我也要大大方方的去给别人付出。因为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当做一个女性来看待，知道吗？当你们自己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性来看待的时候，那让他得对我好，他得买单，他得怎么着，你内心当中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你就不要怪人家那些男的生意不给你干，生意不给你做，知道吗？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圆。什么叫圆？无论是走雄竞赛道还是走雌竞赛道，我都是方方面面的很 OK， 对吧？我该互惠互利的部分，我一点不怂，一点不缩。你今天给了我，下次我也可以给你啊，对不对？你们一起商学院出去吃饭，我不能买单吗？他们能够请他们去夜总会唱歌，我不能请吗？我一样可以请啊，对吧？你要是觉得我坐在那不方便的话，我把单买了，我人走啊，一样的呀。我派个助理，我在那跟你们玩啊，都可以啊，懂我意思吗？该收的部分大大方方收，但是该给的部分大大方方给。你们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磁场就出来了，气场就上来了，磁场就上来了，你马上让别人那些男的就觉得跟你一起玩很舒坦，知道吧？内心没有阻抗。有很多男的他也会觉得，哎呀，你看他们肯定很紧吧，就是你看这些女孩，你看这些女老板觉得，她这个女老板吧，肯定她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好，哎，这些地方都不适合带他们去，干嘛这个那个，那你是不是就少了很多跟他们这种一起交流的机会，对吧？那他有一些好的事儿，他就愿意给他那个同流合污的人干，他是不给你干，对吧？所以你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的时候，自己要跟着去变化，不能够一直锁在自己那个我是一个女生啊，我不舒服，你们干嘛要开女生的玩笑，干嘛还要我一个女生买单，不要这样，这样就格局太小了。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我们直播关播找不到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没有不理，我的眼睛要看很多地方，所以说大家的留言跑得很快，我没有办法
逐个的去看你们的留言。Hello， 你好，哎，你说。哎，你好，你好。我现在发现人生女生要是想不昏头，就是定期来咱们曲曲的直播间聊聊天哈。我们回归到正常啊，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刚才那个小姐姐那么厉害。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状态，然后想曲曲给我一些建议。是这样，我和我现在的这个男嘉宾呢，都是在一线城市的人啊，本地人，然后房车啊什么的都行，但是我们呢属于中年。就是40加的年龄，然后年龄很相近。然后我在过去的成长经历呢，是家里给不了什么支持，就是靠自己。原来也是在事业500强工作啊什么那种。然后那会儿呢，就是可能年轻嘛，错过了一些，然后呢，把平台当实力这样子。然后自己也做了自己事业，也做了很多投资。那在最好的时候呢，也觉得我应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结果呢，就是在30多岁以后就开始遇到了很多问题，事业上的还有投资的就造成很大的损失。然后又遇到疫情了，然后后来也相处过就是一些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然后现在呢，到了这个年纪呢，遇到现在这个男嘉宾呢，我说一下情况哈，就是他呢成长经历更好相反，他是一路呢就是家里原来小苹果家庭，一路工作这个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是他现在我们状况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呢他的资产大概是800现在的情况800左右，我是400。然后他的金融资产，但是金融资产我说金融资产是不能动的金融资产，就是已经被锁定的那种，大概200左右，而我就没有多少，大概就是平常的一些收入啊等等，可能在以前投资还残余了有一点点那种。然后我们相处大概1年半整体来讲在相处过程当中呢，他的投资意愿是很好的，就吃喝旅游、生日节日礼物等等都很好，大概投入有小20吧这样子。但他自己带一个篮球这样，然后他在推动就是进围城，然后钻戒什么的也都给了。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前面的那一位的问题，他前面那位呢是现在状况非常不好，是沾染上了就是恶习，就是我们说那3个当中的最后一个。然后呢对，然后我是看到过他们的就是那个协议的，就是扯证的那个协议的，是每个月有一次探视篮球的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比较被动，因为我现在的可选的面是很窄的。然后呢，前面发生过2次，就是对方在没有任何同意的情况下自己上门来找他的那个篮球，然后为这个事情我们谈过，也产生过矛盾。然后结果呢，在上周因为我本来上周连你没有连起来，就上周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他们以前的很老的一个号码上面，就以前共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上面有催还款的记录。那个上面写的那个记录是谁的名字呢？就是他前面那个人的名字。然后我就为这个事儿就跟他就有点那个闹嘛。然后后来他就说他解释这个是因为以前那个老号。然后现在的问题呢他就把他前面的那个呢全部断联了，就让他的电话他和他的那个小篮球呢都联系不上。结果在上周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又来上门敲门，说要探视什么的。然后为这个事儿又吵又闹。好，现在我也咨询了律师，我就说能不能拿这个事儿呢去，就是他这个恶习的这个事儿去改变他那个协议。律师说不行因为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很那个地步。所以现在呢，他也跟我谈过2次，就是说想律师出面再跟他们去做一次，就是直接的警告，不允许怎么地。但我现在就很犹豫，因为我现在就处于进退两难的这个状态。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去推进，还是说，但是我这个事儿不能拖了，你知道吗？就是到这一年你就不能拖了，你要不就干脆止损，重新再开始。但是你要不的这个继续往下走，我就怕以后就一直会陷入到跟他前面要来探视的这个扯皮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肯定想问一下会的呀你给我，肯定会呀。你的这个担心它是一定会的，你只能基于它一定会的情况下去思考这段关系何去何从。你不能想着的是这个人未来可以不来打扰，你只能想着的是，如果他就是会一直来打扰，我还要不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因为这就跟家里拖了一个那种，就是穷，就是比如说家里父母当中其中有一个是什么重病这种一个道理，懂吗？跟家里有一个一直要拖在腿上的穷亲戚是一个道理。对，是的，所以现在就确实很这就是你自己要思考的问题，你不用抱着任何侥幸心理说他会不会不来，不可能，你只用想着说未来这个就是常态，你怎么办？能不能用一些协议来进行约束呢？不可能，因为这个人他染的这个习，说白了他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谁能控制得了他？你能把他关起来？对，而且就是以后的话，就算他对我们影响有限，他也会无限影响那个小篮球。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呀，你只能思考的就是这个影响会一直存在，你怎么考虑，而不是思考这个影响未来怎么解决，解决不了。你只思考它一直存在，我还能不能接受？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其实通过正常的所谓的什么法律啊，什么什么这种，其实很有限的这种约束，对吧？对啊，约束不了。你跟神经病讲道理，那怎么讲得了呢？所以现在就是很被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说的，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哦，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你就想接不接受就完了。接受嘛，那就是彻底接受，那就是人家每次要来的时候，你就当有亲戚上门做客的，那就是这，对不对？关键是在于自己不痛苦不内耗，其实什么都 OK， 你接受那就是彻底接受。哎，每次要来还给他拿个小板凳坐会儿，对吧？喝杯茶聊会儿，然后好好来好好走，对吧？你这就叫接受。你不接受那就是彻底拜拜，那就别在这中间来回荡，好吧？就是看我自己是要止损还是对的那什么了。对的，接受就叫彻底接受，不接受就叫彻底断。不要，就是我老说的，不要搞中间地带啊。就是没有。如果我现在做了决定接受，那就是要做好以后还会持续有这种，这是必然，这是必然 ，OK。好，那另外我再问一下，就是我听了还比较长时间你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女性其实在不同就是我赞同你说那个不要走自行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现在回头看，女生其实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的需求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情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避免你说的这个不走自己的行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首先是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点位上面能拿结果的概率会比较大。那么呢，你这个时候往这一个点位上面去冲就完事儿。其他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戒掉那些欲望。因为当你在一个点位上出了大结果的时候，其实其他那些慢慢的它都可以被解决掉。它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在一个点位上没有出大结果，你老是东张西望呢，其实往往它最后它都解决的不太好，方方面面它都有点平庸。现在问题就是就是以前我觉得就应该靠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不重要。但是现在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是觉得那个事儿对你不重要，你不是那个事儿对你不重要，是你以前其实在择偶这件事情上面你没有去正确评估自己。
不是你觉得这个事不重，是你没有正确评估自己的价值。你以为你能匹配得住的，可能你匹配不了。我很担心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因为对方在推动嘛。我很担心我在做这个决定会不会让自己，如果我还有机会再一次去走自己的那个的时候，会有一些拖累。你肯定啊，那100%啊。你现在一年挣多少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做以前的事儿了嘛，就又回到原来的一个央企的背景的，大概30多吧。你要是怕生不了孩子，你就去动一个，再晚点再想，好吧？没想明白就再想会儿。如果我做了那个决定，他送给我的那个啥是要退还的吧？那不用，那倒不用，好吧？好，时间到了啊，就这样。好，谢谢。我跟你们讲，其实就是没有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啊，你觉得，哎，我搞事业，我男的都不重要。你有没有评估过自己搞事业的能力有多少？知道吗？它是这样的，没拿结果，它有2个原因。没拿结果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左顾右盼了，就是我说走自己行嘛，对不对？其实你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的精力也不去交，你又想说，哎，我能不能去找个男的靠着，然后呢，但凡有一个男的稍微给你靠一点吧，你马上事儿就不想干了。这种情况下就拿不了结果。要不然就是你压根儿就没看懂自己没能力。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我换一个性别，你们就懂了。换一个性别，你们就懂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男的啊，就是他总是一副非常的这种雄心壮志的样子，但是他一直就拿不到结果。你们仔细的想一想，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男的？你们有没有处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就这个男的天天好像自己特别牛逼，特别雄心壮志，好像他觉得他自己挺厉害，但是从实际的结果上，他拿不到结果，对吧？就是这个人呢，他其实从头到尾，他做事情他都没有扎进去，对不对？他以为他好像很有才华，但是呢，他的努力程度其实是完全跟不上的。我前2天看那个特别有感触，就是我看那个长安什么什么那个动画片，讲那几个讲李白啊，他们那几个诗人呐的一个动画片，叫长安什么，你们知道吗？哎，李亚鹏就是这种，叫长安什么，长安3万里。我那天就看那个动画片啊，我就蛮有感触的。李白其实就是这么个人，你们知道吗？我那天就看啊，他就是一个，他也有才华，他其实有才华，但他那个不叫怀才不遇，他是什么呢？他一直其实就是吃不了什么苦。他其实有才华，你说他有没有才华？有才华。他有没有能力呢？也有能力。但是其实啊，他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达到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高度。其实就是因为他明明要去往深了凿的时候，他又想着去走捷径。李白就是这么个人。我前2天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有这种感受。所以他拿不了什么大结果，他就是正常的，知道吗？他中途有2次，好像李白是不是结了2次婚呢？他好像2次都是倒插门，好像2次都是。他前面是对啊，他原来是富二代嘛，对吧？他原来是富二代嘛，是吧？后来他好像结2次婚，他都是属于倒插门，对不对？他都是属于赘婿嘛，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个捷径可以走。他老觉得，哎，我有才华呀，我风流倜傥啊，我长得帅呀，我还有这个风流才子的这个名号在呀，对不对？所以说呢，他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明明应该把他的这个才华更加深的去凿下去呢，对吧？去拼一拼，努力，对吧？搞一搞这个脚踏实地的这种努力方式。但是呢，他每次因为想着自己还有外貌呀，还有条件呢，他又想着去，从女的这个角度上面去下点功夫，明白吗？所以他这样就是走 G 字形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很多男的他是这样子的，很多男的就是这样的。你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中庸的一些家庭里面，很多男的他看起来好像很有野心，很有抱负。年纪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男的是个潜力股，但是到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出不了任何大成绩，因为他所有的所谓努力呀，他所有的所谓努力都是在投机取巧，对吧？到最后，我跟你们讲，原来我有一个最早的时候，我有一个助理就是的，他爸爸就是多大的年纪了，破产了好几回了，然后呢，还在那多大年纪了，已经都欠一屁股债了，还在借米干嘛？要去搞矿，还在借米想去搞矿。说白了，他们一生啊，他们一辈子啊，就是在做着自己认知以外的事儿。干着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儿，试图挣到自己认知以外的米。每一次没有挣到，每一次他都不复盘、不反思、不深刻的认知是自己能力不足，自己不努力，没有去做一个自己方方面面了解的生意、了解的买卖，始终他是希望怎么呢？甩手掌柜，对不对？我一投就发，一投就中。他始终是这样想的。所有的那些什么说啊努力没有用，什么还是要运气好，我告诉你们。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可能都做过很多次诸如此类的尝试，明白吗？他做过很多次诸如此类的尝试，把家里就是为数不多的那点米投入了那些他压根不了解的生意，不了解的赛道，然后最后全部亏完，而且他还不觉得是自己能力有问题，他还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然后到下一次他还要掏一个更大的窟窿，试图去证明他自己。其实永恒的永恒就是不踏实，永恒的永恒就是不愿意做从0到1的事情。对，再见爱人里面那个张硕也是这样的，对吧？再来想想，我跟你们讲，换一个性别你们就明白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样的，懂吗？但是你们想想那些男的，再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再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女孩子相对来说呢，她的风险承担能力会弱一点，所以说呢，她掏窟窿的这个可能窟窿会小一点啊。但是很多女生一样的也有这个毛病。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约连麦啊。以及害怕我们直播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律师。你说。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基本情况吧。我现在是26岁，然后对方是30岁，我们两个家庭都很圆满。然后资产水平的话，我大概家里是大 A9， 他是 A10。我们俩都是在国外留学了很多年。我这个长相呢，差不多就是8分左右，就是周围的男性朋友就是差不多这个说是这个分数。然后男嘉宾的话，长相是在6分。那我们俩的毕业学校都是全球 top 30。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双方父母对我们都很满意，也很支持我们，就不只是精神上的，也给了很多的米。然后我们也已经定亲了。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从外人看来我们就是天作之合，就根本不可能会吵架，没有烦恼。但事情上就不是这样子的。就我是一个比较注重安全感的人，一开始呢就是以为男嘉宾是细心体贴周到，也不算爱出去玩的嘛，就觉得在这个乱世已经算是比较清流的了。其实他不算追我的里面条件最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我就答应了他，并且他在恋爱期间也给我花了200个 W， 我就觉得也比较有诚意。后面是发现其实对方在留学期间也有一些就是什么 one night 呀、小劈叉呀，然后包括很频繁的更换对象，
而且那些对象都长得很矬，就是不太挑，然后就导致我对他的信任感是大幅下降。我就很怕这些事情在围城后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男嘉宾也是给我解释说什么以前没见过世面呀，贴上来女孩太多，玩了玩呀，以后什么进入围城就会为家庭负责。也在我父母面前给了很多承诺，就是说如果以后怎么样，就是会给我大额的米的补偿，但我心里始终是不相信的。所以现在就是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男嘉宾现在确实都是从来不去 YC， 也不去 PC， 那回国以后确实每一天都是基本上2点一线，也没有什么朋友，就是说另外因为我对此是很介意，我甚至大吵过，所以Hello， 他对我的话会就是给我大额补偿，刚刚也提到了，所以我需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吗？或者说我应该去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让我自己内心会好受一点？因为我一想到他以前的那些事情，我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么蠢，但是选了半天还是选了一个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很难 handle 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选别的还会有别的问题就是说咱不能说他这个问题会改，你懂吗？那是骗你。我要说他以后不会犯会改，那是骗你。但是我只能说他有他的毛病，别人还有别人的毛病，我只能这么跟你讲。每一个男的都说了的嘛，我们不说了吗？男人是烂苹果，他们每个人烂的方式不一样，烂的口子不一样，仅此而已。改嘛，那是不太会改的，只能说是藏的深与不深啊，频次的高与低，只能说是花米和不花米，花多花少，它是这些差别，它不存在于有与没有的差别。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曾经就是年少的时候玩过这些东西，那现在也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回国了，然后父母的这种压力或我的压力而不去做，不会，不可能是吗？只会，我说了嘛，我刚刚说了几个维度，对不对？频次的高低，花不花米，花多花少，隐不隐蔽，我说过几个维度，就是这在这几个维度之间，不是说有与没有戒了 no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寻找一些就是可能从来就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人？不是，他过去不做也不代表他未来不做，他没做也可能是你没发现，你明白吗？就说这些点呢，你不能这么去揪，你这么去揪，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这是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出现的你是想不到的，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这么的一段关系，其实已经算很好的了，有这种青梅竹马的状态，门当户对，而且呢他还能够受你一点管其实这还是很好的。很多的男孩子他是不受管的。其实就不好意思，可能我刚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我们俩其实不是青梅竹马，就是我们是回国以后认识的，但是就是以前他包装的很好，我以为他没有过。这不重要，那不是因为他包装好，是因为你们太单纯了，懂吗？好，对，确实因为很多人也会说他这个问题也不算是大问题，就是说其他的。我跟你讲，这个不要讲这个什么问题大，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任何事情也不要说什么这不是大问题，这种话说的也没意思，明白吗？关键是在于你能真的认知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人的弱点的多样性，每个人他就是都有各自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呢也还算比较常见吧也不是一个什么很特殊性，就是也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事儿，而且尤其是在这种富二代身上，它会非常之常见。你未来呀只需要想2件事，第一是米的走向，第二如果有孩子，就是他对孩子要投入足够多的亲职陪伴，这2件事把他把控住。还有第3件事就是那方面这3件事都给他把控住，那么他呢就尽量能把他的就是在外面发生这些事的频次降到最低。OK， 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来我也发现他其他的一些性格上的问题，就比如说挺会 PUA 人的，然后也比较爱挑我刺，嘴也挺碎的，然后这其实呢就是跟我的性格就比较犯冲，因为我这个人也是比较纠结，然后没有办法
为别人提供太多的什么情绪价值，所以我们现在矛盾也挺多的，大吵小吵就很多，我的精神内耗也挺严重的。就在想说这个压力很大，想要不要放弃，但是现在半只脚已经踏入围城了嘛，而且从事实上看就是他对我还可以，就目前，因为我们俩目前手上的米都在我手上，然后他陪伴也是足的，就只是说他也不太会给这种情绪反馈，就是哎呀什么安慰你啊甜言蜜语他是不太会讲的。你们都还年轻，你们都还年轻，我跟你讲啊，这个婚姻啊就是坚守忍耐，知道吗？这刘嘉玲说的特别好。哎，婚姻是忍耐，彼此忍耐，没有什么哪两个人的婚姻就是说是彼此就是完全合适的，不是这样子的，都是忍着，然后就发现你只能忍他，忍不了别人了，就到最后走到这个结果，它是这么个事儿。对，这就是因为很烦，然后我之前可能谈的也都是比较顺着我的，然后我自己因为就是各方面也还可以，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忍他，我就会在想，真的值得吗？就是我值得，因为你不忍这个还得忍下一个呀，没有人是值得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是值得的，真的。所以说这就是一场修行，知道吗？婚姻是绝对的修行，修心啊，修性啊，修行啊，包容啊，忍让啊，都是这样的。到最后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磨成一个就是更能够去跟别人相处的人，仅此而已。那所以就是在你看来，就是我们俩的这段关系，你觉得有没有就是进围城的这个必要呢？或者说你觉得就是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对，我觉得挺好的，能够门当户对，哎，而且还能够小拿捏对方，就已经非常好了，还有感情就非常好了，非常好了。后面你就只当是开始给自己上课修行，懂吗？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愿意忍，那么你跟任何人都过不了。就不是这个点位忍，就是那个点位忍。对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男嘉宾也很希望我自己也能有自己赚米的这个能力，那我以后就应该更 focus 在赚米呢，还是说是就是磨我们俩之间这个磨合？就因为我自己是想要不要抽离出去一点，可能会好一些。你自己当然要有自己的世界呀，你天天盯着他干嘛呀？那没毛病也得整出毛病来。重心永远是放自己身上的，重心不要放错了，好吧？重心放自己身上，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说，指挥他，不要那么就是重心放他身上，然后每天盯着他，然后指望他什么东西都自觉，不是这样子的，是我把重心放我自己身上，然后我想让他干什么，我想让他怎么做，指挥他。是这样啊。但如果等我这个各方面都起来了，可能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对吗？生活永远都会有不停的有新问题。你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还得下一个问题吗？对不对？好吧。好，就这样啊。好，拜拜。好的。我跟你们说，你们跟任何一个人的相处，你们不觉得都是一场修行吗？就是今天不是说你跟你的男朋友相处，你跟你的老公相处，你跟你的妈相处，你跟你爸相处，你跟你的孩子相处，你跟你的婆婆相处，你跟你的老板相处，你跟你的甲方相处，你跟你的客户相处，请问你跟哪一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都是在一种修行的过程当中吗？如果人这一生只需要顾自己，如果人这一生他就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他不作为一个社会单元而存在，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随便了，对不对？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去遵守，我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去忍受，我想干嘛干嘛就完了呗，对不对？但是这不是不现实的，明白吗？这个是不现实的。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最小单位，对吧？我们每天都要主动或者被动的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当中去，
这个就是现实，这个就是本质。所以你跟任何一个人的相处，他必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磨合、博弈、交流、沟通，对吧？他跟每个人都这样，而且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那么实际上你们这里边会发生的一些矛盾点位就会越多呀，对吧？但是它会有一个，我认为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峰值，就是说矛盾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你把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之后，到最后其实你们就会趋于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阶段。你们看到了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几乎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矛盾了，基本上没有矛盾，对吧？但凡有一点的这个意见不一致，基本上一方对另外一方实行武力镇压结束。我妈对我爸就这样。原来你会看到他们会有很多矛盾，要吵啊，要干架呀，这个那个呀，什么的呢？但是真正他过了一个峰值之后啊，他就没有了。他就到了两个人就觉得我跟你两个人每天就是以连体婴，就处得很愉快，哎，没什么矛盾，是吧？没有冲突，我们两个永远都是目标方向利益一致。这个就是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很漫长，这个过程它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这是终身的一个课程，至少要修到你们40、50岁，但是确确实实有的人他40、50岁他都修不明白。如果说你永远都只想改变对方，却不想改变自己，如果你永远都想着说这个人值吗？我有必要吗？我不能换一个吗？如果你永远都是这么想问题，那么你可能跟任何一个人都走不到最后，对吧？所以其实你对待任何一个长期关系啊，它在这个中间都是无数次的要自我说服的一个过程，你才有可能真正把一个关系经营成一个长期关系。否则的话，你只能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你不能跟任何人去相处，这个就是本质，好不好？其实我告诉你们，很多优质的男人他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知道吗？就是说，你看我是不是跟你们讲，我说不要去打开这个男的觉得值不值的这个开关。刚刚这个姑娘里面，她就聊到这个话题，她说值吗？对不对？如果当他们这还是什么，还是两个人很平配的情况下，他都开了这个开关，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去高攀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更加不能打开这个开关，不能让他轻而易举的打开这个开关。这个开关一打开，我告诉你们，因为绝大部分人他都是没有修炼到那个点位上的。绝大部分人，这个世界上90%的人呐，他都没有修炼到说，他一旦开了这个值与不值的开关，他马上想到，其实这个人不值，下个人也不值。他思考不到这个位置上，知道吗？他思考到这个人不值，他就换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稳定的婚姻越来越少，对吧？长期的关系越来越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一思考到这个值与不值这个开关的时候，这个开关一开，他马上就选择踹了换人。其实这个不是生命的本质，这个不是关系的本质。关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其实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值的，这个才是本质。如果你永远到了一个矛盾点位，到了一个深刻矛盾点位的时候，你就开始思考值与不值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会一直很孤独，因为没有人值，所有的人他都会让你走到这个值与不值的分岔口。明白吧？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不是说你明确的在高攀一个人，你还能去忍着自己让自己忍着去接受他这个接受他那个，而是说当你能够明白这个关系是平配，甚至于你还有一点点略微的觉得说他方面有的时候有些标准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你还能够让自己关闭这个值与不值的开关，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经营长期关系的意义。它这个很难的，知道吗？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它就是人的修行真的是要好长时间，你要看了很多东西，并且你要用生命的终局去倒推，你才能想明白当下的这个举措。真的要用生命的终局去倒推，就是你要想你想要的生命终局形式是什么，然后再倒推你现阶段的每一个举动有没有挂钩你想要的那个终局。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我们直播关播找不到我们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月球，哎，你说 ，Hello， 说话，我听不见你说话啊，听不见你说话。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因为当你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啊，你们看啊。其实我的逻辑是非常非常闭环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一场直播没有办法把我所有东西说明白，所以我都是好多场直播，可能我才能够把我的一个逻辑给他说明白。其实就是你们知道，当你们选择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因为这个人给了你一部分很好的体验，知道吗？我们不能够去容忍一个人那种非常恶劣的恶习，但是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庸的一个综合体。这个人你选择了他的时候啊，一定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让你想要长期持有的点位，知道吗？但是呢，伴随着的他也会有一些让你觉得不爽的点。就算是一个人看似在向下择偶，你比如说啊，男的找女的，很多时候是好像在物质条件程度上是在向下兼容，对吧？但是你们说他在物质条件上向下兼容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寻求你其他的点位？你的生育价值、养育价值、你的情绪价值，对不对？他是在寻求你的其他点位，他能不能就是说想着我因为为了你的那些其他点位去容忍你这个看似不那么好的点位？这个就是我说的不轻易的打开值与不值的这个开关，或者说当他这个开关要打开的时候，他迅速的想到为什么我想要长期持有这个人，这个人给我带来的美好的体验的部分是什么，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很多优质的男的也做不到。我告诉你们，现在好多男的为什么看着很优质，40几岁的打光棍的，然后到了50岁的时候想不开了，说完了怎么办呢？我赶快去做几个娃吧。好多就是这样，我们现在都看的不要了，知道吗？好多男的就是自己30、40岁的时候没想透这个逻辑，总觉得哎呀，人家图我的米，人家图我这个，人家图我那，然后就觉得他在家里给我搞这点事儿，我觉得也不值这么多米。其实呢，自己有很多的米，对不对？自己有很多的米，不愿意在这个点位上面去付出，结果到了最后4、5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然后又得去做娃，最后呢还没有一个人陪他一起去养这些娃，还得他自己一个人搞，这就是没想明白。你到最后不孤独吗？其实还是孤独。来下一个来。我不是录播。Hello， 你好。你好，蛐蛐。哎，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我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就是说，爹爹在一起6年，付出5000，然后现在自己手上房产2000，保护1000，现金1000。去年有分过1年，就是蛐蛐有说过他是极致的生意男，要为他做出巨大的牺牲，他才感觉到爱他。4月底跟蛐蛐连线过后表忠诚，那去年分开的时候每个月只给12个，现在通过养娃什么之类的有提升到每个月25左右。然后出去的时候有买过40个W 的钻戒，也说过给40个让我自己做生意。他家庭氛围很好，怕对方人设也极好。我不知道之前他是在试探我是不是打算以后继续跟他在一起。喝得很醉的时候说要个篮球，他后面又马上说不要，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这么多年他迫于家里压力是没有这个打算的，所以后面我也就没提这个事情。现在就等着年底看看会不会继续交保险。只要发现我不在家带娃就会经济制裁，总说我是为了捞米。然后曲曲之前有说过，我除非下家是找到能一次性给米1000个的才可以离开。
就是说现在有个40几岁的，我们认识2、3年了，刚认识的时候追求的很猛烈，但是因为我有求的情况就一直没答应。爹爹后面也知道了，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次矛盾，然后这个年轻一点的就觉得没有意思，也生过气。那最近好像知道我有娃了，然后通过中间人叫我们一起喝过一次茶，那从认识到现在，他没有直接说让我做他女朋友，或者是直接给你让我做他女朋友，他只是跟中间人说过怕耽搁我结婚，所以内心也很矛盾，克制在这里。然后2个人都是身家100来个，我自己的这个爹爹是已经60了。然后我想知道曲曲建议我未来如何规划。我妈妈说就是说以后一定要结婚嘛，然后也提建议说让我跟这个年轻的偷偷在一起一次，也什么都不要提要求，反正已经知道我有求了。然后我最后想问一下曲曲，就是说我这个篮球要吗？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怀了吗？没有。你只是说还要不要再要一个男的是吧？对，我自己28。你28，你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要看你自己想要的生命终局是什么。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啊，我认为你手上的线米其实已经够多的了，你的资产情况也很好了。如果说你想要去要一个更加自由的人生呢，其实你完全已经有这样的资本了。但是由于我接手的客户太多了，我也确确实实知道有一些客户他的幸福或者他的快乐只有唯一一个来源，就是不停的从一个男人身上搞更多的米。我确实有接手这样的客户，所以说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就是人类的多样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想要的终局是什么，或者说你获取快乐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一个认知？我以前会要他的情绪价值，就爹爹情绪价值他也会给，但是后面吵架过以后，我现在就是也在修我自己，我就不需要那么多情绪价值了，就这样过我也能过，只要他每个月这个米下来，然后因为是10年的保险嘛，还有大概1000，还已经下了3年了，还有1000，还有7年的没有下来。但是你现在他已经给你付出过5000了呀，你这个1000要用7年去搏。是的，现在就是最矛盾的就是这个点。不是，你是自己工作过吗？没有，我以前我就是回顾我的人生点位都是雌竞，然后我年纪也很小就跟他在一块了，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但是我的销售能力是很 OK 的。反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你跟这个爹爹在一块呢，问题也不大。你其实也没有到了那种说一定要做决断的时刻，因为你就算，因为你现在其实啥都有了，你懂吗？你就这么玩，问题也不大。反正把你自己手上的米锁死，只进不出，就行了。你也不要那么焦虑，那么多的过度思考，其实没太大必要。因为你球也有了，米也有了，对吧？你跟这个人，你想跟与不想跟，其实就是一念之差的个事儿。你如果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就不要做决断。那这个篮球要吗？你觉得？你的目的是什么？好像也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就不要。好的。那这个年轻的，如果说他再找我，有没有必要说，那么偷偷的在一起一次呀？我觉得没必要。目的是什么？还是说目的是什么？你偷偷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你没想好要不要跟这个爹爹断，对不对？那你现在去做这个动作，其实风险系数非常大。你做这么风险系数大的事儿，如果这个爹爹现在就跟你断了，你现在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对的。那我以后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说，跟爹爹在一块，然后我就专心的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他投资我做生意，我就好好做点生意。可以呀，当然可以呀。把自己的雄竞的这个能力往上拉一拉，也许你的思想会发生改变。因为我刚刚跟你讲的那种姑娘，就是她是一点雄竞能力都没有的，所以她这一生也是一生就是吃男人，一生吃男人。那搞了多少个小目标在手上了，还是不行。就是只要这个男的一旦要停止付出，他就非常之焦虑。但是这个我们理解不了，但是那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雄竞能力，他这一生的生命寄托都在搞雌竞这个事情上。他如果不搞这个事儿，他会觉得自己活着都没价值，他是这种状态。所以你现在其实也是这个状态，
那如果说你想要给自己的生命挖掘更多一点的可能性，那你肯定是要在雄竞这个轨道上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力量。因为如果你在这个轨道上找到力量了，可能你的思想会发生转变，思想真的转变了，你到时候再来做抉择也不晚。我就是有点害怕嘛，就爹爹年龄大了以后，万一就是说性生活那个10点半频率少了以后，会不会就是减少付出了？那就不要在一起了呀。所以这就是我说不用提前焦虑，减少付出了就不在一起了，因为你手上也有你啊。那以后他减少付出了又怎么样呢？他年纪大了，他总是要走这个路线的，你懂吗？他跟不跟你结婚都不影响。避免不了，对吧？对，它是一个必然结果呀。他的雄竞能力下降是个必然结果呀。对的。那我妈妈总是说就是要准备结婚啊什么的，我会有焦虑。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现在去什么结这个婚，你现在把梁一断，你又没想好，那个时候你会更焦虑，你会焦虑死过去。那我就现在就自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然后跟爹爹就是也在这边处好，然后争取把自己雄竞做上去。对的，因为只有雄竞出结果了，你的思想才会发生改变。好的，谢谢曲曲。就这样，拜拜。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客户是纯雌竞客户，知道吧？我有很多的客户，他们是一生都是纯雌竞。像这样的客户，我跟你们讲，就是像这样的人，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很多点呐，就是底层的架构是不一样的，底层的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很多时候你们会说一个什么话？你们会说，我都要这么多米了，我还要那个爹爹干什么呀？我都有这么多米了，我还要这个爹爹干什么？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呐，往往他都不是一个纯雌竞选手，知道吗？往往他都不是一个纯雌竞选手，往往他都还是自己有点工作能力，或者说有点社会圈子，自己有点自己的独立人脉，他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的，才会说出我要是有那么多米，我才不搞那个爹爹，对吧？但实际上就是这种纯的从小到大的纯雌竞选手，不上一天班，不干一天活，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部来源于男人的这种，他的底层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男人身上做财富转移的这个动作，是他活着到目前为止他认知当中能够感知到的唯一生存价值。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他的空气，他的氧气，他不是米多米少的问题，他是如果他不干这个事儿了，他会觉得自己不知道要干嘛了。你们懂那种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活着要干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眼睛一睁开，因为他们已经很无聊了，你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极度无聊的，他们唯一还需要动脑子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儿。因为他平常他每天眼睛一睁，他可能就是美容啊，对吧？逛街呀，做 SPA 呀，喝下午茶呀。你们可能会觉得这种生活好爽好幸福，但是呢，他客观上理解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他没有真的让他思考的事情，不需要动脑子，他所有的动脑子的点位全部发生在跟这个男人相挂钩的事情上，全部只有一个点，就是怎么让这个男人付出更多。如果他没有这件事了，他的脑子就没有思考的东西了，他会觉得自己无比的无聊，无比的空洞，他就是丧失了生命意义，你知道吧？他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走雄竞的人呢，他有很多点可以做思考，他思考的事儿特别多。我每天我还想这个工作怎么干，我这个销售业绩怎么做，我这个圈子怎么打，对吧？我怎么跟那个领导搞关系？因为他要脑子里动的东西很多，他觉得我这个爹爹我不想搞了，我手上有一定米了之后，他会干嘛？他会拿着这个米去撬动他更多的思考，明白了吗？他是一个没有生命意义的问题，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能理解，你不能说怎么有这么多了还要怎么样？他要是不搞这个事儿了，他不知道活着干什么。所以说他一定要他比如说他走雄竞吧，他先找感觉，就是他得找到一点点那个自己赚钱呀，或者自己搭圈子呀，自己搭人脉啊，他得找到点这个感觉，他才能够挖掘到自己其他的生命价值。
否则他挖掘不到自己其他的生命价值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去脱离这条磁性轨道的，他也不可能为那个磁性轨道上拿到的米而感到满足，明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怕我的直播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有个客户特别搞笑，他说，他每一次问我去。我怎么让我老公再跟我啊？我让他把那个什么几千个 W 的什么那个东西卖了，我让他把那个米给我。你说我怎么？我说你每天能不能不要这么焦虑？我说你能不能歇会儿？我说你能歇会儿吗？我说你能不能别思考了？我说你这不手上又不是缺钱花，我说几个亿的资产在手上，是怎么就天天还在焦虑？他愣了下啊，那我每天想什么呢？他就会问我，那我不想这，我每天想什么呢？就他没事可想，你懂吗？他没有东西可以思考，感觉搞得特别，你们知道吗？我有的时候跟这一类客户交流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我真的太痛苦了，你们是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就是每一个人，你们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所有的人的生活都是有他的长短板的，真的是这样的。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是我吗？对，你说。你好突然我是想问一下曲老师，就是说我是不是为了孩子继续这个围城关系？因为曲前面姐妹讲了一大堆就是跟我这个案例非常像，说不能打开值不值的那个通道。因为我现在是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可能结婚10几年，我一直觉得是不值，但是我会看心理学的书来安慰自己，但是现在可能是心里面的怨气积累到一个点，所以还是需要咨询一下。我们是我是40岁，有一个篮球，我的家境和各方面条件都是优于对方的，当时也是按头消费结的婚，然后婚后发现自己因为阅历不够嘛，是发现对方很多问题，大的话就是他情绪不稳定，他生气的话要扔东西，跪在地上捶地板，然后抗压力非常大，因为他只是公司的最基层的员工，但是每天回家就说我压力好大，我很累，所以他是拒绝分担家务和带小朋友的，所以会让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责任感。这样的话就造成10几年来说我的体力上是非常劳累的，因为我要上班，我还要做那么多事，然后物质上和精神上又没有什么欢乐，因为他也不会给我任何情绪价值，如果吵架的话都是我哄他，然后10点半的话他有一点生理问题，就也是没有任何欢乐，然后他也会有一些 PC 聊 S 的。我的妈呀，再见吧！哎呀，我的妈呀，你这不是值与不值的问题呀，你这是在收破烂，小姐。我们刚刚讲的是烂苹果，烂苹果是这样的呢，那个烂苹果，那这个苹果它只有这么一个创伤面，你这属于是收破烂，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可能之前10几年都是在看心理学的书，一直就是疏导我自己，现在就是情绪点实在是压抑不住了，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呢，可能并不是什么非常女强人要好强的，可能我的工资在超一线城市的话也就1万多，如果说我努力的话可以到2、3万，但是可能就是说带小朋友会有一点点累，需要父母的支持，父母的话一个同意，一个是坚决不同意，那我也不管了，我现在唯一的取决就是考虑点是我家小朋友我问了他几次，他是说希望爸爸妈妈一起陪他，这是我自己纠结的点，因为我是很喜欢小朋友。我跟你讲，小朋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多家长他有这个毛病，他老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孩子呀，他就是个橡皮泥，知道吗？他就是那个叫什么陶土呀，你是父母，你需要去塑造他的，他才能够变成一个好看的花瓶。不是说他自己一生下来，他那么小的年纪，他就有什么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不是这样的。那所有的孩子他生下来就想玩，
他什么都不想干，他只想玩，你能让他就从头玩到尾吗？那就叫尊重孩子的天性，那样的话他不就废了吗？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你们所谓的这种什么，哎，我觉得我问他的意见，他的意见重要吗？他的意见他都不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他什么时候他经济独立了，他才能知道自己要什么呢？明白吗？你要想的是自己，你首先自己能不能快乐，你的磁场好不好，你的能量好不好，你能不能给周遭的人带来一个正向的感受，这个才是你的第一要务。好，因为我是觉得自己过得会越来越糟，然后朋友每次看到我都说觉得我这个人很累。对呀，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你的能量完全就是一个坏能量、坏磁场，对不对？我们要把自己先做能量调频。如果说这个人他就是你坏能量、坏磁场的来源，那么你就可以让他滚了，对不对？好，那我问一下曲曲，就是一些。如果说真的是我要离开围城的话，那跟他谈判的话，就是我该怎么样来确保自己的利益？那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财务上基本上就是 AA， 我赚钱我花，他赚钱他花。对，没啥好谈的，就大家对半就完了呗。有啥就你的，我的，还，哎呦，你们能不能快点就把这个关系结束了算球？不要在这想了，就没多少米，算也算不到多少米过来，你还不如拿这个时间快点把自己腾出来，快点去挣一点。对吧？好。另外，我还是想问曲曲一个，就是那接下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那我要振作起来，我要自己去工作去赚钱。那我之前自己是做过那个兼职的，小语种的老师。那如果是我去机构里教，那可能工资会比较低，可能就是封顶可能也就2-3万。那如果自己做的话，那可能工资会高。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又不太强，我在想，就是我怎么样，就是可以去找到一个类似于就是投资我的人，或者说是可以跟我一起做这种事情的人，我该用什么方法，就是来拓展自己。你要投米干什么？你要用米干什么？就是开那个机构。No， 你没有做过生意对吧？没有。对，首先是你自己能够找到学生资源。然后能够从他们身上赚到米，然后你用你自己赚的米再去想机构的问题。不要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不要一上来想着先有一个小规模，不要去讲规模，一定是讲的是一个叫做生意的流程要走通，交易的流程走通就行了，不要想着先去干规模。好，再回到这个围城问题，我最后跟曲曲老师就是确认一下，因为我现在目前为止是我可能就起跳帮他下最后通牒，我说你家务和小孩必须要跟我分担，不然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呢，我现在是就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改善，因为他那么多年来他有一点，他现在适应不了，他情绪也是就是起伏非常大，可能今天好一点，第二天就是说我很累，我做不到。我是想，我是不是可以给自己设一个点，比如说1个月或者半年？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你就现在立刻马上来，不需要。哎呦，1分钟都不用耽误，你这已经不是1天2天了，小姐啊。不需要好吗？1分钟都别耽误，时间就是最值钱的东西，好不好？今天挂了麦就可以去扯了。还有就是让父母放心。哎呀，你的父母放不了心的，什么时候你自己能挣米挣多了，他就放心了，好吧？就是让父母看到我是一个很开心、很积极向上的。对，开心、积极向上，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把自己盘得明白就可以了。因为目前父母是其实不太同意嘛。你别不用咨询他们的意见。好的。好的，谢谢曲曲老师，谢谢，拜拜。再见。你们把自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们的人生会通透很多，好吗？我说了的，我们呐，永远想的是先让自己快乐，然后双赢，懂吗？先让自己快乐，然后双赢啊！不要把顺序搞错，不要颠倒，不要想着先让别人快乐，再让我快乐。No， 先让我快乐，先让我满足，然后基于这个基础，我去做一个双赢的方案，做一个双赢的决策。做生意也是这样的，做人情也是这样的，好吗？这个男的一点价值都不能给你，你的内心那个天平是没有办法做平衡的，对吧？值与不值，他还得有值的点呢。值与不值，他没有值的点，
全是不值的点，全是扣分项。你怎么搞呢？你还思考，还要看心理书，还自我说服，你那自我说服的个毛线呢？真的是，你们那叫自欺欺人，那个不叫自我说服，那叫选择性屏蔽。先戴好自己的安全面罩，才能给旁边的小朋友戴安全面罩，对吧？我是不是跟大家讲坐飞机的例子了的？你自己安全面罩不戴，就不能去给那个小朋友戴啊！不要跟我讲什么，孩子要在完整的家庭里面长大。我跟大家讲过了的，孩子需要的是完整的人格，完整的人格，他能不能够去独立的面对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他所有的阴阳面，对吧？充分的理解这个世界，认知这个世界，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活在一种幻觉，或者活在一种错误建立的关系里边。那我问你，你如果说因为你自己处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的时候，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有一天跟你一样去忍耐这样的一段婚姻关系？就当你们自己做任何一个行为的时候，你首先要想一想，我所做的这个行为，我希不希望我的孩子效仿我的这个行为？是效仿你的这个行为，明白吗？这个你们就叫看事实，对不对？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关系这么的痛苦，这么的难受，你还要在你的孩子面前维系这个关系形式，实际上你是在给一个错误的行为做正面的反馈，对吧？你给一个错误的行为做正面的反馈，那么你的孩子就会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他将来也会觉得，你看，虽然我们处在一个不愉快、很痛苦的关系里头，但是我也应该忍耐，因为忍耐是对的。怎么能够这样？这样的话，你觉得他会快乐吗？对不对？他会幸福吗？他会拥有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吗？一样的没有，好不好？我们作为，就是说你们作为父母啊，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叫打样，知道吧？最重要的一件事叫打样，就是千万万的下沉市场的父母，他就是没想明白这件事儿。千万万下沉市场的父母，他最大的 bug 在于哪儿呢？在于他自己过的人生就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还让自己的孩子效仿自己，这个就是千万万的父母最大的错误。他自己已经活成个鬼了，已经稀巴烂了，他明明知道自己一辈子他都很痛苦，然后他还要用他自己的那套认知去教育他的孩子，让他孩子这样过，这是不是无知？对吧？真正的下沉的父母啊，应该让自己的孩子离自己远一点，真的离得远，起码他有了选择的机会，他有了去接触正确的认知的机会，他有了去效仿那种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机会。他搏的是一个机会成本，他搏的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成功性，而是搏的一个机会成本，对不对？你得让他有这个50%的概率啊。你天天把他框在你的那个1亩3分地里头，然后拿你的那套老的东西给他，然后让他去成为你自己，那么他就是100%的不幸，对不对？他没有任何50%的概率啊，对吧？所以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搏一个确定性，而是在搏一个50%的可能性，对吧？我比别人多了这个50%的可能性，我就赢了第一步了。它是个概率问题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走丢、害怕我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效仿扯快乐症怎么了呢？效仿扯快乐症，我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终极目标不是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婚姻是形式，明白吗？婚姻不是目的。什么是目的？快乐、幸福、满足、自洽是目的。我任何一种形式只是我实现目的的工具。如果一种形式无法让我实现这个目的，那么这个形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要怕孩子效仿你扯快乐症，如果他扯快乐症，他能更幸福，那就让他扯，懂吗？你不要把目的搞错了，你不要把目的跟形式做混淆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你好。哎，你说。就是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啊。你说，哎，我听不到哦，你不要退出，你退出我就听不到了。你不能退出啊。我这边我是02年，然后收入的话是2万加。02年是吧？好。然后收入是2万加，有时候好的时候可以达到4万加这样子。我是做外美的，然后我学历不是很好，现在是一个大专这样子。然后我的现在的资产是20加这样子。然后我的有一个男嘉宾是96年的，然后他的是国企的，然后1万加收入，然后他是本科学历。然后家里面是家里面是超一线城市，然后呢，家里有一套别墅这样子。就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朋友他是在YC 上班的这样子，然后偶尔的话他带我去做个兼职，然后因为我很焦虑，我想挣钱，我想要在我25岁之前，我想存够300万这样子。然后呢，我在想要不要去 YC 上班，因为他每个月挣的好像，跟我好像比我很多一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去做个兼职，然后好像也还不错，然后我的长相跟加身材综合的话是8分加这样子，身材很好，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男嘉宾他父母也蛮喜欢我的，然后比如说一些节日什么的都是在一起吃饭，他父母也在说要不要就是跟我父母在一起，然后谈一下聊一下，可以是商量就是领快乐证的事情。然后他就领结婚证吧，结婚吧，还领快乐证。对，他想跟我结婚。对但是我对我也很好，就是如果说他一个月是1万多的工资，他基本上是大部分都会给我花，自己留一点点钱，都会直接把钱转我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也在努力的考研，这样。你要不要去 YC 上班这个事儿呢？咱不能跟你做决定啊，这个完全是看你自己对于短期的经济利益的追逐的欲望有多大。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点啊，就是其实300个 W 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虽然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我们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以一个走过很多的人来跟你讲，如果你进入到了一个好的赛道，如果你能看到比如说你就在歪美这个圈子里，对吧？歪美这个圈子里会赚米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不是说去对标一个干 YC 的，如果你就在你现阶段的这个赛道里，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牛的人带你，你一样也能干到300个 W。这个是我想告诉你的。有的时候呢，你们可能被自己的眼光所局限住了，知道吗？你会觉得是不是干 YC 来米更快？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有一些赛道，比如说你说的歪美赛道，它是一个非常出米的赛道，只是说可能卷，当然它也是卷，任何一个赛道它都会是卷的，但是卷的人里边总会有牛的那波人，总会有赚到很多米的那波人，你得找到这波人，然后你得知道人家在干什么，你跟他们搞，其实一样的也能拿到你要的这个结果。就是那我大概懂了。就你说你 YYC 这个事儿，咱们不能给你出主意，你明白吗？你也没有基本盘差到那个份上。你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穷的农村里的出来的，你现在实在是要落脚，除了长相一无是处，那你要去干 YC， 我可能能跟你说，但是你的情况吧，也没到这么差。
但是我家庭条件也没有说。我说了呀，我没有给你说我说你能干或者不能干，这个完全要基于你自己，就是说你觉得你对于短期的利益追求是不是已经大到这个份上，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衡量，因为这个毕竟它不符合主流嘛，对不对？那还有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跟我这个男嘉宾然后结婚？就是说，如果你不选择去 YC， 如果你选择我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其实结婚是可以的，不影响。但是我跟他，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小，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什么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该不该结婚，或者是我还没有就是想结婚。他们家庭年收入多少？我不知道。在超一线城市的别墅在什么位置呢？大概价值多少，你知道吗？3000是有的。那家里条件应该很好呀，那我觉得这个婚可结啊，也不影响你出去做事儿，也不影响你继续干事业，什么都不影响啊。就是我在考虑，不是，你也只有这个年龄有这个机会，知道吧？你真正多长个几岁的话，说实话，在超一线城市有3000个 W 的房产的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结婚。你现在其实就是因为年龄的优势啊。对，然后他家可能还会要拆迁，然后因为户口冻结了嘛，可能还会要拆迁，但是不确定。然后我也在，就是我挺犹豫的。犹豫的话，就是我们俩也经常会吵架。我觉得他很幼稚。我跟你讲，你结这种婚不是想着从一而终的，我明着跟你讲，你结这种婚只不过是把你先拉上第一个小台阶而已。懂了。能不能从一而终这个事儿，其实不用去思考那么多。只是说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婚恋状态你再过个几年很难，因为你现在其实占的就是一个年龄优势。好的。还有问题吗？对，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异性朋友，就是我这个现在的男朋友不是说我没有很喜欢，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男性朋友，就是我们俩就是他是我很喜欢的类型，但是他没有给我怎么付出过，然后我们俩也在就是交往，但是我就是他的年纪也会比我大，他是95的。然后我们俩，然后其实就觉得跟他在一起，他很有趣，然后就相处的很开心。但是跟我这个男朋友，我俩就没有说这么开心。你这个男的不能给你任何价值，你完全是耽误时间啊！只有这一句话，没有别的。那我现在的话，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应该后期的应该会就是要怎么走这个怎么走这个路呢？我没跟你回答吗？我已经跟你回答的很清楚了呀。你是哪个点没有明白？就是说我就是上班继续上班，然后呢可以跟他考虑结婚。对呀。就是说跟他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要跟他从一而终，就是我没有说我说这件事情不用思考，不用思考，这个就是边走边看。但是这个选择于你而言不差。好的。好，就这样。你们自己没有什么价值，你们的价值很一般，懂不懂啊？你现在就是因为年轻，你认为自己选择多，你唯一的最大的价值就是年轻。你再过个几年，你还想找个这种婚恋对象，就找不着了。这个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所以你现在结这个婚不亏，听得懂吗？不亏就完事儿了。不是你们很多人呐，又想着，哎呀，我要搞米，然后完了以后呢，又去吃别人的情绪价值。你看他不是吗？那说的个男二号一说，我话都不想跟你讲了，就这样啊。
你又是说搞米，完了以后又去吃别的男的情绪价值去了，你这不纯耽误时间？你把你的目标放哪儿去了？你的目标不是想做经济跨越吗？对不对？你不是想希望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吗？那你所有的动作不应该围绕这个目标来吗？你去吃别人情绪价值干什么呢？你这不是走弯道吗？对不对？我跟你们讲，所有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说绝对的对错，但是我要告诉你怎么可以知行合一，知道吗？什么叫知行合一？你自己想的目标跟你的动作要挂钩，这个就叫知行合一。你不要目标是一回事儿，你做这个事儿吧，他妈稀巴烂，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远，那怎么搞呢？我只会帮你锁死目标，告诉你锁死这个目标基础上什么动作可做，对吧？什么动作绝对可做，什么动作做了也没毛病，不拖后腿，什么动作别干。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标，你首先要搞明白，把目标先锁死，再考虑自己当下的行为。想搞米说25岁这什么多少岁之前我要拿到300个 W， 结果呢跑去跟那个男的吃情绪价值，有什么资格吃情绪价值啊？我告诉你们，吃男人的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啊，是要有一定身家水平的女生才能干的，或者说你压根儿就对物质没要求。就这两种人，一种就是本来就想过小日子，我想的就是每天过个小日子，开开心心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大的物质所求。我对什么奢侈品啊，什么米其林啊，我是什么出国呀，我没兴趣，我就觉得每天在这儿养花养草挺好，这种你就可以吃情绪价值。第二种就是你本身就有米，你自己就富得流油，好吧，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已经安排的非常无比之妥当了，这个时候你说我也不要一个男的给我米，我就要一个男的给我情绪价值，可以，就这两种。想要米还在那吃情绪价值的，你就要不着米，你就会把你这个图米的这个路径拉得无比之长，雄竞走不明白，雌竞走不明白，这个就是结果。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我们直播关播找不到我们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多少钱可以吃情绪价值这个事，要基于你自己对于物质的所求欲望在什么位置上，知道吧？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米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让你觉得你想要的生活你已经非常的 OK 了，而且未来10年你都有抗风险能力，这个是你们需要考虑的。就是现阶段的收入水平不仅仅是能让我现在生活的无比之快乐无比之爽，而且我还有对抗未来10年的风险抵御能力。这个就是2件事达标，你想怎么吃情绪价值怎么吃情绪价值，把米锁死，别被人骗走别被人骗走就行了，好吧？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我现在都有些紧张。你说。圈圈你好。我觉得我今天是来找妈的。我觉得你肯定说我稀巴烂。我先说一下我基本情况吧。我是年龄36，学历大专，目前无收入无资产。然后男方是35，做工程，在我们3、4线小城市是年收入100万以上。我们有个7岁的男孩，我们彼此初恋。然后在一起15年，我对他一直是100%的信任和付出。但是16年结婚前夕，我就发现他出轨的聊天记录。不要违规啊！这个也是经他自己。不要违规。好，接着说。然后我就对他信任有些崩塌，因为自己原生家庭问题比较缺爱又比较保守。还是结婚了。结婚后跟公婆住在一起，也是各种矛盾。然后那个时候发现他不仅自私，还是妈宝。18年底的时候，他自己做公司，虽然是每天10点以后回来或者1、2点回来，但还是回家的。就19年7月份，然后发现他夜不归宿，然后又不给任何解释，一时冲动就扯了快乐证。
因为对方自私又强势嘛，我感觉虽然是我们2个人的问题，但是每次对方都是全族出动，人身攻击和威胁，我就带着孩子净身出户了。然后我带着孩子在外面租房嘛，隔了2个月，他就又想求复合，自己搬进来，我们就又像正常家庭一样住了3年。其实感觉对方这期间也是有明显付出的。他特别，这是我们经常讲的负面案例呀。你说，对，他自己主动给了35W，然后他退下来的那个20多个 W 的车也给了我用，然后那年情人节给了2个 W 的现金，放在以前他是不会做的，而且现在也学会送礼物，虽然还是很廉价，但是我感觉他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我感觉更多他还是用他做生意的那一套威逼利诱，我就觉得他不够诚心又不够成熟，所以说后来又因为同样的对方聊 S 的问题，然后我就一怒之下，然后又把他赶走了。虽然赶走了这1年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讨论的装修新房，讨论要2胎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心思不在我身上了。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就在他父母家大吵，然后这一次是他自己说要跟我断绝关系，但是男方父母还有一些我不是很懂的操作，比如说新房装修好了以后，男方父母他就是还需要再等一等啊，那个没法住啊什么，但是其实我通过孩子我也知道他们已经住进去了，但是又经常叫我一起吃饭呀什么的，我就看不懂。现在我的情况就是我也看不清自己。我其实刚测快乐症的时候，我是很坦然的，我觉得自己解脱了。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拉扯之后，我发现我又很不甘心。我现在就是我又看不清自己，我又看不清男方。现在是什么问题？我已经抑郁很久了。什么问题呢？那么蠢的问题呗，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呢？你说，你这是除了蠢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你们这种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男方有绝对的经济能力，自己没有绝对经济能力的情况下，然后形成了离婚不离家的模式，然后就是对于你这一方纯的降维打击，知道吧？在男的有绝对经济权利，女的没有经济权利的情况下，这个快乐症是绝对不能轻易扯的，扯了这个快乐症就扯了，千万不能再住回去，那就稀巴烂了。你这就是这嘛，没什么别的。如果说要断，就断得干干净净，你不要又断完了以后又往回住啊，又要讨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没有法律保护的，还要被人批着的这么一个对象了呀。你就是在用你的行为帮助他实现了他最想要的状态，就是家里外面随便搞，而且受法律保护。受法律保护啊，没有人能谴责他，能说他什么，因为他现在是个自由身的。你是在帮助他，协助他达成了他最想要的一种生命状态，这个就是你做的事儿嘛。对，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自视清高的那种，然后也是不争不抢的那种。我真后悔没有早点听你的课讲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啊，我现在你首先啊，该去谈恋爱去谈恋爱，千万在这一点上，我们叫4个字：身体先行，知道吗？如果说你自己在情感上不发生转移，你永远会被这个男的牵着鼻子走。为什么他们家又要叫你去吃饭，又不要你住进去呢？很明确嘛，人家已经觉得他儿子现在已经达成了最佳状态了呀，都看懂了。你又要承担你的责任跟义务，你又不受法律保护，你又没有权益，懂吗？都看懂了，一家子人都看懂了呀，对不对？为什么还要让你去他们家呢？为什么还要让你去扯皮呢？去徒增烦恼呢？对不对？你反正该当娃他妈当娃他妈，对吧？你还能跟我的儿子继续这么纠缠着，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权益去要求他1、2、3、4、5，他也就是这么个东西，反正我们也没打算要管他，也管不了，反正他总是要玩的。那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一边在情感上吧稍微拉扯你一点，免得你彻底放弃，但是一边同时呢又不能够让你再回来，因为让你再回来的话又搞乱套了嘛，又回到他不想要的状态里了呀。我现在就是搞不懂他这个男的，他的心理是什么？我能感觉到他就是家里外面都想要啊，所有都想要啊，这就是他的心理啊，他的心理就是这没了，
就是他认为他现在的生活无比之完美，他不想再改变任何的状态。对，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这样啊，提供不了他情绪价值，他自己条件那么好，我为什么要受我管束？本来就是啊，你没有筹码呀，你没东西啊，没有筹码，没有城府，没有策略，只有情绪，这个不就是你们吗？对不对？除了情绪，屁也没有，啥也没有。对，那我现在我想的是去换到新的城市去生活，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你有没有经济能力？这就是我的问题来源。我刚毕业的时候工作过几年，后来因为有自己的公司，就是他自己有公司嘛，我基本就是在他的公司帮忙做一些行政之类的工作。然后后来是家里有关系，做的是一些第三方派遣的一些工作，没有什么给别人打过工的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自己的一些很能拿得出手的技能。你没有存款，没有收入能力，你谈个鬼，你啥都没有，那你怎么跟我谈你去别的城市干嘛呢？你去干嘛？你去出家啊？咱们所有的策略要基于你的现实情况啊。但是我现在在这里也没有别的出路呀。那不是这样的，你要给自己去谋划出路嘛，对不对？因为你得努力呀，你得把自己的时间挣出来呀。你没有这个米，你永远都脱离不了这种困境啊。米才是实打实的呀。对，我现在就想的是去别的城市做一些家政，例如这样的。那你就把娃先扔给他，你先去找工作。对，我已经这样做了。你就自己去过呗，想干什么都可以，那就无所谓。你只要不用养娃，你干什么都可以。反正你自己养自己，要花不了几个米了。但是我感觉他还是想的在后面。以我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我感觉他想的是他以后玩腻了以后，然后还是想再跟我复合。我能感觉到他是这样的操作。你想干什么？你管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呢？你想干什么？是。我感觉他还想这样，我感觉他还想那样，关你屁事。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是他奴才。对，我就感觉我这么多年，完全是因为自己原生家庭的这个原因比较缺爱，然后就把所有的都在他身上。你别扯淡了行吗，小姐？咱们就是说，任何时候啊，承认自己的弱智，然后呢就开始修正，强大自我，别那扯什么原生家庭，全什么缺爱，缺这个缺那个，就是缺脑子，不要扯这些东西，知道吧？你想好了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就好好面对，不要来哉就不要来哉，不要来往就不要来往，不要说话就不要说话，再跟我说话给我打100万，不跟我打100万别他妈跟我说话，就这么简单，好不好？要不然的话，你永远走不出这个困局的，就是他现在，每个月还给我打5000块钱，然后他的车是我开的，然后我现在这些东西，他如果不给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办？你去做家政，不止挣5000，你到超一线城市做家政，不止挣5000啊。好吧，就这样啊。一个年入100万的男人，花5000块钱就能把你勾着，你还在问我他是怎么想的？你还在问我他对你是啥意思？为什么他要回头找你？你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性价比高呗，那还能为什么呢？你便宜好用呗，那还能为什么呢？对不对？他找个保姆都不止这点，还是娃他亲妈，对吧？找个保姆不能像对他娃能对这么好啊，找你是不是性价比最高？无敌，对吧？他自己年入100万，他花5000一个月，他就能把你搞定。你们呐，任何时候啊，如果形成了冲动行事、情绪推动自己动作的这种习惯以后啊，你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到一个负循环轨道，知道吗？负循环轨道，因为所有的情绪推动的决策都是偏离目的的决策。
我们所有的决策叫做以目标为导向的决策。那么我所有的动作它都是跟我的目标挂钩的。但是呢，你们的很多动作都是跟情绪挂钩的，就是我现在情绪一上来，我他妈要你滚，我要滚了，我要跟你拜拜，这都是情绪推动，因为你在那一刻你没有想你的终局，你没有目标，没有终局，你当下就是想当下那一刻想爽，对吧？那么你们就一定要为自己的人生过成一滩烂泥而买单。任何的情绪推动的决策，它必然跟你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一种必然结果。你们不要说啊，那我忍不了，我忍出病来了，这个那个。我告诉你，当你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当你离你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崩溃，懂吗？你不要说，哎呀，我这忍不了，我那忍不了，我这去他丫的，那去他丫的。我告诉你，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不断的在放弃自我驯化，放弃自我修炼，对不对？我说情绪是肌肉，对吧？我们的情绪，我们要学着去驾驭它，用目标倒推我的行为，那么我就能够离目标越来越近，且我的情绪就会被我驯化的越来越乖。我所有的情绪的施展都只是为了达成我的目的。我今天如果哭了，一定不是因为我很伤心，一定是因为我知道我哭了，你就会来保护我。如果我今天大吵大闹了，摔盘子了，一定不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干了能够震慑你，你会害怕。明白了吗？人到最后他一定是这样的，不断的去驯化自己的情绪，不断的去目标导向，倒推自己的语言、情绪、动作，在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实现的过程当中找到生命的掌控感，然后你就变得很自控，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它都在你的预期之内发生，你就变得很平和，懂不懂？所以这个就是你一定要刻意的把自己去往这个方向上面去锻炼。情绪上来的时候，首先问问自己，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什么？任何时候先问一句，我想要什么？我现在想做的这个动作能不能助力于我要到我要这个目的？这个里面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任何时候啊，我们在求目的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动作叫做定位，就是清晰的自我定位。什么叫清晰自我定位？很多时候你们之所以会用情绪牵引你们的动作，是因为你没有清晰的认知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的位置，对吧？你为什么会用后撤，会用扯快乐症这种方式？是因为你以为他会挽留，对不对？你以为他会害怕失去，你以为他会回头哄你，但是你的以为全部都是基于空想，根本不是基于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实力。一个分文不重的女人跟一个年入100万的男人，请问他为什么要来挽回你？你们内心当中只有一个理解，叫做爱，爱情。所以很多人呢，他听我他妈听得想吐，知道吧？就是还没有吃过这种生活的苦啊，他如果还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他听我讲这些东西，他真的听得生理反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用爱理解一切。我始终在告诉你们，要理性，要理智，要目标导向，要利益导向。他爱来爱去，爱来爱去，最后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爱，对不对？而且我跟你们再说一个更扎心的一个话啊！我再说这个话，我很多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把个话说的那么露骨。你们都觉得我已经说话说的很露骨了，其实我都是只说了7分，我真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很伟大，你们的爱很伟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爱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而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狭隘。为什么呢？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凭什么让那个人全心全意的爱你？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值得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你？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们所谓的爱是什么？所谓的爱是当我一无所有，当对方什么都有的情况下，对方还爱我，凭什么？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倒过来呢，你还会爱他吗？如果今天你年入100，他分文不挣，你这个时候还能用这种所谓的纯粹的爱来理解这件事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跟我讲，哎呀，我没有想过，你们呐，在第一位的时候，你们在实质第一位的时候，你们就觉得对方背叛了你的爱。只有一天你们真正站到了实质高位，你们才能够理解所有的关系它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对不对？其实本质上这个就是一种极大的双标，是不是极大的双标？我们任何人呐，在任何一个关系里，怎么看明白自己的位置非常简单。当你走入这个社会，你们两个人都走到这个社会上，谁的竞争力更高？就这一个问题，完事儿。就这一个问题，同时你们俩都放到这个择偶市场上面去，都扔到择偶市场里面去，请问谁的竞争力更高？理性看待，对吧？这个时候你就理性看待嘛。再回归到你们的关系里，我到底是高位还是低位？我到底能不能依靠后撤、起跳、扯快了阵来让他做出真诚的挽回动作？如果不能，那么我到底要什么？我要的那个东西怎么达成？我需要怎么去行动？所有的思考路径啊，最好是完整一点。掉了任何一个环节，你就有可能做出一个不理性的决策。我有的是真的，我自己跟你们讲话，我讲着讲着我都有点害怕。我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实话，我讲着讲着我都觉得骂我是应该的。真的，你说我说出来这些东西，很多人他听了以后啊，他真的很痛苦，知道吗？因为把这个东西揭露的太过于赤裸了以后，很多人是真的接受不了。但我觉得越早的认知这些事儿，其实就能够规避掉你很多很多的坑，对不对？越早的认知到这些事儿，我们越早的明白，我们要把人生的重点永远的放在自我价值的呈现上。我的自我价值的成长是永远的核心的核心。以后就只有我嫌弃别人的，没有别人嫌弃我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本质，这个就叫掌控。情绪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太吵了，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你说，可以听到是吗？可以，你说，你好，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19，然后现在是自媒体和交易，每个月大概可以挣2个 W， 然后在上海一个211读大3，然后身材比较好，长相是化妆之后是8分，然后我的原生家庭在东北省会城市，家庭资产只有几百个 W。然后我在认识曲之前呢，我是只想走雄竞，就是通过交易，就是在2级的市场上，这个上杠杆，然后实现财富自由。然后认识你之后呢，我就也想走雌竞。然后我想问，就是对于我现在这种基本盘，我应该找的男人的上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才19啊？啊？有听到吗？你是19吗 ？Hello。对，我19。
你19岁你就开始想着你要找的男人的上限了。Hello， 能听到吗？哎，你这个有点延迟，你重新连吧。哎，怎么有点挂不掉还是怎么回事？现在呢？现在你挂一下好吗？Hello， 谢谢你好，因为快到我了，我以为是第4。哎，你说。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想问的是职场的问题。你声音有点模糊，你带麦了吗？对，听得到吗？好，你说。我想问的是职场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是27岁，然后在家乡这边的4线城市的体制内的教师，然后现在借调到上级部门，然后父母在超一线，我也在超一线长大，然后现在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就考上了超一线的体制内，然后我考上了之后呢，我原单位现在不放我走，就是卡我，各种不批准我辞职。然后我就前后搞了3个月了，从8月份搞到现在还是不愿意放，找了各种的关系，然后现在就他又要我已经在原单位那边已经上一段时间班了，然后又要我倒回来，现在原单位那边给了我一个截止时间，就是要在这个月底前把我这边的关系结束掉，但这边就是不同意。然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不太很懂，你们是在一个为什么这个单位非要批呀？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必须要批准辞职，就是我要跟他解除关系，完了之后还要他同意。如果不批呢？如果不批，他就当我旷工之后，他就会在我档案上可能会有不好的记录。你就旷呗，那怕什么呢？这有啥不好的记录啊？这有啥不好的呀？他旷工之后就是可能会说开除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因为我现在的体制内就是那个超一线的体制内的那个单位呢，他是不接受那种被开除的，就是我也入不了那边的职，如果他把我开除掉的话。你现在自己这个现在的这个公司的关系方方面面都已经疏通了吗？你说的是我考上了那个单位吗？不是原来的。原来的就是该走的关系都走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走关系都送东西了，都都发米了，发米了吗？对，对。关键性人物。刚开始没有花，后来也花了，花了之后，这边也搞不定，因为这边的态度非常强硬，就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各种忽悠我，就是都忽悠了好久，反正这事也没搞下来。这种你现在等于说是从一个体制内跳到另一个体制内是吧？对，是的。现在另外一个体制内，他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吗？不放人。他知道了，所以他也给了我一个时间节点，让我赶紧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你没有问他吗？你说我能不能直接走？你说我能不能直接走？上面可能就有矿工什么这些东西，他们能接受吗？他们就觉得说，如果就是律师这边也说了，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就是你就是问新单位嘛？你说我是想来，我能不能直接就从那边走？反正他留我档案上留呗，留印子留呗。但他这边需要我的解除的一个证明，就解除关系的证明，这边是不会给我开解除关系的证明。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是个职场博主，我一天班没上过。这我一天班没上过，我更搞不懂这个体制内里的这个事儿。要我们的话，肯定就是找一个关键人物嘛，到底要送多少米，送到位为止。那要看你对于后面那个工作到底有多大的是吧诱惑了。后面的那个工作主要是因为我家里是在超一线的，然后它是我现在的收入的翻一番。对呀，那你就要拿多一点的米去那个了，拿多一点的米去公关的。你前面送米送了多少呀？这边其实没有直接，因为这边的那个大苹果是那种属于比较年轻的，软硬也不吃，软不吃，硬还没有试，法律还没有上。我觉得就是先送吧，还是先送吧，该送吧，送到位再说吧。肯定是没送到位。哎呀，这种事情别人就是签个字的事儿，他就是没送到位。
好处他从来没有放过，好处没拿到位，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吗？肯定是这样子啊。他也不是你有啥不可替代的呀？你在这个里边，你一年创造几千万业绩。不是他，就是他定下了一个规矩，他不想让别人去破坏他这个规矩。什么玩意儿？那这什么规矩都是人定的，好吧？还不想让人破坏，这说的自己真是清廉。对，他就是这样的态度，扯淡，态度是这样子的，纯扯淡啊，纯扯淡，好不好？你要是不是一个什么不可替代的，你没有做出什么不可替代的贡献，我告诉你，人家卡你的壳就是为了这，那没什么别的。然后呢，现在就这个事搞不定之后呢，然后家里这边呢就说，那你搞不定，那你只能够倒回原来这个单位去，然后等到他所谓的期限到了再把我放。你期限还有多久？还有我的期限按照他的规则是到明年的5月份，按法律的规则应该是到2月份。按他的规则，那就是说你到2月份他也还是不会放你，对吧？他一定会等到5月份，对吧？按法律来说，如果说因为法律说，第一次提交申请6个月之后再提交一次，你可以单方面解除，不需要他同意。那么怎么的？那你的新工作，不也是凭自己能力弄到的吗？那你下次再弄不行吗？但下次再弄的话，就因为也是我非常努力，是可以下一次再弄，没有错。就是等2月份之后，等他放了我之后，我再弄嘛，再考嘛，再考一次。但是的话，就是会失去这个机会，失去本来就有的这个机会了。我不觉得呀，那你这个前面的工作没做到位，难道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吗？如果说你有能力考上一次，那你就有能力考第2次啊，不就是这样吗？那要不然你就是前面送米送到位，要不然就是后面再考一次，就这2个路子嘛，那还能有第3个路子啊？那现在如果说是第2种，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没有到位，但是那个我们确实是有在这个方面努力，也愿意去送，但是人家不愿意收啊。没到位，你送了多少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像第二种这种，我又倒回原来的单位，那我应该怎么样搞？就等到时间就自动，对啊，等到时间你就走程序就好了呀。就我也不用再闹了，也不用再搞什么，啥都不搞了。那搞什么呢？那有什么？你那搞什么？搞了，然后呢？你指望别人能辞退你，那还不留污点？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呢？但是他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辞退我，他你闹的话，他也不能因为这个体制内他就这样，他不会说随便辞退一个人。哎呦，你不要跟我在这倒酱油了，在这纠结好吧？我说了，就这2个路子，没有第3个路子啊！在我这没有第3个路子，要不你换个地方再问问啊？那你觉得走法律这个路子可以吗？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以啊，你反正就到点了就撤就完了呗。好，我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之后肯定是要回超一线的。然后我现在对碰的话，我也是在往超一线那边，就是我家那边去找嘛。我也往我家那边去找，但是实际情况，我现在的话还在这个4线城市这边，所以的话，这个难度就是特别大。你怎么就不能等到2月份呢？什么5月份再搞呢？你怎么非要就急这几个月呢？你要急着干啥呀？到底是？那也就是说，要等我2月份之后，我得重新找了一个工作之后再去搞后面。对呀，你着什么急呢？你就这几个月的事儿。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妈呀，我这啥呀？我们这啥问题都来问我，这啊？你们是不是有点对我有点认知有问题啊？这。啥问题都问我，真的是你那么多博主，大家不术业有专攻吗？没有术
有专攻嘛，我们这个术业有专攻就是搞男女关系，搞人际关系，搞不了别的，好吧？你别问我那什么，你怎么辞职大报告怎么打？你不知道？哎呦我的妈呀！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我的直播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不是，我跟你们说，因为我这个人吧，是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知道吗？你们看我做事儿干工作也是这样的，我都是哪里有米往哪里钻。我是属于这种人，就是我也不太就是会琢磨那些特别稳定的这个场域里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稳定于我而言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压根也不琢磨，我也不研究。我不研究，我不琢磨，我哪来的方案呢？我所有的方案，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市场化行为，充分博弈、充分竞争的市场化行为，我都是搞这，知道吧？来下一个来。我们连麦是要先预约，预约了以后，然后把你的故事给到小助理，然后再在直播间送800 RMB 的礼物，他会通知你什么时候连。Hello， 你好，你好，哎，不要退，不要退出哦。我没有哦，不好意思，我这边切了一下备忘录。哎，不能退出啊。那我直接就这里说吧。好，曲曲你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首先表白一下你吧，我说我特别喜欢你，然后我跟你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也是那里长大的，然后现在也离你很近，然后我是你1v1的2期的学员，并且这是我第一次和你连麦，就很喜欢你，然后以后也会加入你的闺蜜圈。今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是26岁，回本科是海本毕业，比较普通的，没有说是那种 top 前几十的那种。学的是商科，然后现在硕士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回国读了一个中外合办，目前是马上硕士快毕业了。那么我有一位男嘉宾和我认识的非常的早，他是在我17、18岁的时候跟我是朋友认识的，然后通过网络认识的。后来他和我恋爱奔现，然后并且出国陪我读书。他家里条件是中大苹果吧，但是呢没有给他任何的资源。他目前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是毕业了之后学历比我还要高一个，就是博士吧。然后他现在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工作第1年收入过100万。但是到手因为税收的关系要扣掉很多，所以我想咨询的关系是，虽然这么多年就是我和他，我颜值身材大概是8分，是比较客观，然后也有做自己的直播兼职，目前边学习边兼职。然后目前遇到2个问题，一方面是关于工作的，一方面是关于情感的。那么先问情感的，我和他因为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我们虽然说领了证，但是没有举办婚礼，因为给的理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花销太大了，所以没有把婚礼给我补上。那么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失落的，并且因为我们2个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不在他的家庭，也不在我家庭的城市，所以目前房子车子都还没有买。但是他的所有的收入都是给我花的，而且时不时家里面也会愿意给我一些钱用，所以就是说对我还算比较好。那么我和他感情的问题是，我感觉他对我比较好，但是我对他好像并没有那么喜欢了，因为我们在结婚前他有就是和我争吵，然后也和我发生过激烈的冲突，那个时候感情就较为淡漠。后来因为没现实条件的原因，我家里生意就是出了问题，没有办法给我过多的资助，所以我只能选择和他在一起。那么其实内心是有点落寞的。
那么我现在呢是疯狂的想要进行自我发展和成长，一方面是我的学历我是一定要拿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的工作，目前我的直播，在刚开始也取到了比较大的，这对我自己以往来说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比如说月收入能够有5到10个 W 是比他的收入要高的，但是不稳定。就比如说我这个月因为心态的原因，还有各方面的原因，还有关系处理的原因，我都没有继续在直播，所以我的收入是遭遇了滑铁卢，同时我的大哥也是有走掉一些的。那么我现在是和他就是对他有一些不满意，然后我也想就是自我成长，然后我想知道我能在情感方面我能就是说匹配到什么样的真正的就是好的。另外一方面呢，我想知道我工作上面我应该具体怎么做。你跟他在一起到底是图的什么？你是图什么跟他在一块的？最开始他其实是属于和我是正常的恋爱关系。对啊。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图感情，我是喜欢他。后来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和他分手，就是必须得依靠他，在一起生活。后来也是修成正果了嘛。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不太开心的。是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从这个人身上现在找到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最大的核心诉求是他给了我这几年给了我几百个 W 的付出吧。他给了你几百个 W 的付出，他不是说他月收入才多少？他月收入5个 W 都没有。倒数没有5个 W， 但是实际上年薪是过百的。那他把米都给你了咯？他自己的收入是的。那他现在也就相当于他的核心诉求，其实你还是能够满足的呀，还是能够满足你的核心诉求啊。我自己挣的比他多，但是其实我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我想让自己的翅膀更硬一点。那你就硬你的呗，你做你自己的事儿呗，你想做什么你就做呗。但是我没有觉得你在你们这个婚姻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我没有听到你这个婚姻里到底有什么很大问题。你原来有什么核心诉求，你现在依然这个核心诉求是可满足的呀。我在和他在一起的关系这个当中，是我给他提供很强的情绪价值。那么其实我是一个自我内耗也是比较严重的人，但是我用了200%的精力去换取了我想要的经济价值。那么目前我想通过我自己的100%的努力去达到我的实现个人的成长，然后并且拿到自己相应的工作收入之后，我需要一个就是说良好的关系能够缓解我的内心，并且我需要就是说一个更好的平台。和他领证的目的是因为我想能够通过他或者是他的关系能够帮助我实现我个人的成长，或者是帮我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和我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我并不满足于他把他的工资给我用这样的。那么你现阶段如果没有他的这部分给你的收入，你的生活也 OK 吗？相对来说 OK， 但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下降，肯定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干脆就是说迅速的做断舍离的动作算了。就是从你的描述上来看，就是你已经非常非常不爽这段关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会给你的能量带来很大的损伤。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你就一天都别耽搁了，你就干脆拜拜算了。好的。对，你就直接拜拜就好了。你什么所谓的什么再去找人呐，或者是再去做什么事业啊？我觉得这个得摸索吧，还是得摸索吧。你也不可能说从一个坑里跳出来，马上就能跳到下一个坑里头去吧。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事业方面的。因为直播对于我来说，虽然说收入现在相对可观，并且我也能够存下来一部分钱，但是这部分钱对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刚起步的状态，我只直播了半年左右。那么存款的话，还有一部分，然后有一部分花掉了。我想就是说做得更好。那么现在有2条路摆在我面前，一方面呢是去上班工作，一方面是继续直播。但是基于大环境情况来看，直播其实也受大环境影响，并不好做。而且也做得非常的辛苦心累。所以我想知道我究竟在哪边能够取得更大的结果。
你的工作，所谓的工作是做什么工作啊？找个就是大的平台公企、户外企或者是国企去上班。上班做什么工作呢？也不知道。去打开人脉，去做生意，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这个很抽象，你想的这个东西挺抽象的。那你直播，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好赛道干呢？你为什么非要做娱乐直播呢？你就不能在这个上面想一想什么地方又能够让自己直播，又能让自己挣到米吗？有想过，但是还没有就是说实操过，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取得结果。那去试试嘛。就是说白了，你做的是一个消耗的一个赛道嘛，因为娱乐直播是很消耗的一件事儿，娱乐直播完全是吃天赋的，非常非常吃天赋。你不是这个天赋型的，那么你就要很努力的去博得别人的喜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嘛。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赛道你感兴趣的，你觉得你能做的一样的呀，它也是一门生意啊。好的。第3个问题，曲你觉得像我这样的，如果说我正儿八经的去，假如说我扯了快乐证之后，正儿八经的去对碰，能碰到一个什么样条件的？因为我对自己的认知不够清晰，我希望曲能够给我一个客观的，然后如果说是真的像评论所说的那样，我有点好高骛远，我希望曲能给我一个正面的对碰啊。那我跟你讲，如果你是走正经对碰路线那你其实现在的这个男的经济水平已经很好了。所谓的你说要靠男的实现什么跨越这个那个，要不呢我们说的很简单的，要不就是极其不对等啊，可能人家有卫生关系啊或者什么的极其不对等，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自己的事业价值比较高，那么你能让别人看到你身上的光环，你两头总得打一头吧，否则的话以你现阶段的这个条件来说，你跟以前跟你这个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的你，除了年龄就增长了一点，别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呀。好的，谢谢。好吧，拜拜。拜拜。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们身上我听不到那种阳光的东西，我听不到阳光的感觉，就听你们说话的时候吧，我会觉得你们这样的姑娘怎么说呢，算计的东西特别的多，但是感觉说不上来，就是算计的东西很多，但是付出意识不够，我是这么觉得的，付出意识不够，索取意识过强。因为我说实话，我不是说付出索取就怎么样啊，而是说因为你的付出意识如果不够，你不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这种付出意识的话呢，实际上很多事儿它是做不大。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做生意，如果你想要去做得很好的话，不光是做生意哦，就不管是走雌性还是走雄性，真正能在这些事情上面拿到大结果的人呐，他其实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敞亮的，然后很大气的，有格局的，这种感觉都是那种让人家觉得有一种财散人聚的这个气质在身上。我这么多年看下来，我是这个感觉啊。那有一些人虽然说他非常的精于算计，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展现出来的都还是一个很大气的。如果说在有利益关系或者有生意往来或者有这种比较重要的关系网上，他也会展现出这种很大气的感觉。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们一开口，你们说话的语调语气就会让我觉得你们平常的为人处事上面会给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蒿感，知道吗？就是一开口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老是想蒿，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你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场的话呢，往往就只会吸引到生意男或者是鸡肋男。蒿感很重的人呢，很难吸引到伯乐男和皇帝男，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比较会让别人去不把你放在一个就是这种真的能够让你提升跃升阶级的人他很难把你放进一个常则框架里边。
它很有可能会把你看作一个比较短则的这么一个状态去看待。可能你们需要修炼自己的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是我感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反复的在给大家讲2个词，就是能量、磁场。我反复在讲，因为我是这个的受益者，我是在拿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在分享给你们。那我不可能看透所有的幸福的模型，我只能跟你们讲我的模型，对吧？我自己的幸福是这么找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能量、磁场、羽毛，我是这么一个人。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脱离一个那个搂劲儿啊，捞劲儿。我要想尽一切办法的让自己脱离这种磁场。所以我是觉得我是怎么修炼的呢？其实就是我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儿，我都会抱着一个很感恩的一个心态。包括你们看，就是我现在做直播，对吧？虽然说现在人气也挺高的，就是大家都很多人喜欢我，但是你们知道，如果你们看到我内部给我的员工做培训的时候，如果你们看我，因为那些东西我是不会往外发的。我在给我们员工做培训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反复的跟他们讲发心，我反复的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光环，所有的成绩都是观众给你的，都是客户给你的。我说任何时候我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够人在风中走，帽子飞了。我跟我内部团队都是这样讲，我一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服务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客诉上的问题啊，对吧？或者说有些东西它会有不断的有发生，但是不断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始终，我包括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我也会给到团队，我会把大家往下拽，我会把大家往回拽。因为你走的快乐的过程当中，必然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思考不到位啊，你的视野会出现盲区嘛。但是我反复的会跟大家讲，我说我们一定要稳定自己的发心，我们一定要去感恩所有信任我们的人。我说任何时候，我说我们对待自己的客户，对待今天所有的成绩，我说一定要抱着一个敬畏之心去看待，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方式方法。所以这个女生我就觉得她的给我的说话的这个感受上啊，我觉得你有一点点缺乏感恩之心。你在跟你就是因为这个男生毕竟是一个正经婚恋对象嘛，那一个正经婚恋对象他给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的表达里从头到尾的每一句话啊，我都没有听到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对对方这个人的认可，我没有听到。我所有的东西听到的都是，当然你们一定会有矛盾，可能会有他做的让你觉得不满意或者什么的地方，但是你还是应该去想一想，这个人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在这段关系里收获了什么。因为不是说你跟这个人一定要怎么样，而是去面对你未来，像你说的，你想要去承接更牛掰的人，更牛掰的关系，去做更大的事业，那么这样的一个基础心态对于你的未来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训练自己的这种感恩的这个意识状态，那么很有可能你在未来去面对更牛的人、更牛的圈子的时候，这个功力的这个味道啊，会被别人闻出来，被别人抿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别人很难去给到你更大的价值和利益。包括你在做直播呀，去跟那些大哥呀去交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这些大哥从你的身上感受不到感恩，那可能这些大哥就很难长远的支持你，因为所有的东西其实它都是相通的。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我的直播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也会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来。姐姐你好。Hello 你好。有一点你说。好的。
我需要重复一下我的基本盘，对吗？对，你说。好的，我19岁，然后自媒体和交易现在是月入2个 W， 上海211大3在读，然后身材和长相都是中上，起码是中上，然后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资产只有小几百个 W， 然后我的目标是财富自由，我是那种我是一定要走雄竞的，如果完全的走雌竞我会很难受。然后所以我现在找这个男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比如说提升认知，或者是拿到米，或者是拿到项目来丰富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我想问的是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以我现在的基本盘我应该去找一些什么样水平的男性？不是你跟我说一下你自己就是正理这个事儿，你觉得你自己完完全全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还是什么？我觉得是能力吧，可能运气是一部分，因为自媒体这个事情我是从大1就开始做了2年，到最近是刚刚有这个每个月2万左右的收入，我试过很多方向。那么就是说你是认为自己是在用能力在创造这个财富的，你才19岁是吗？对的，姐姐，我跟你是一天生日，我马上20了。那么你应该在这个点位上去持续的去下功夫呀，因为这个点位上它是一个复利效应啊。你这个时候去搞什么想着去走雌竞，我觉得你这个思路不能歪嘞。那我是觉得我做自媒体很难做到特别大，然后你是做自媒体做什么赛道？知识付费社群。你做知识付费，你都做进这么好的赛道了，你都做进这么好的赛道了，你还想着走雌性啊？但是我的这个受众它的群体不是很大，无法做到很大的量，所以我如果真的想财富自由的话，可能需要的是交易，但是我本身也是缺钱的。不是，我跟你讲啊，姑娘，你是这样子的。首先啊，第一，你是一个在雄竞轨道上能出结果的人，对不对？那么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对吧？好，那么未来你去接触任何一个人呐，我告诉你，你接触任何一个人，你的脑子千万不能糊。你不管是接触哪个男的哪个女的，一定是要基于他能够给予你现阶段的这个事业更多的支撑。这个支撑有可能是资源的支撑，有可能是认知的支撑，因为你毕竟才19岁，你懂吗？有可能你自认为的很多认知其实会被推翻。我明白。你需要找更高维度的人去带你去搞明白的是这件事儿，但是你不能把你的思路琢磨到雌竞上面去了，因为你的这个底层的道一旦歪了呀，上面的树就纯扯淡了，知道吗？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媒体是无法做到财富自由的。我想的是，就是接下来要转行做2级市场，但是做2级市场的话，就是需要米嘛，然后我也想丰富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听您说，您之前做过项目，然后我也想做这种事情，我对这种事情也很感兴趣。项目居间呐。对的。你知道现在是个啥？你知道现在是个啥行情啊？你看那老许都欠多少个亿了？老许都欠多少个亿了？你现在在一个正风口的上升赛道里面，你不好好搞，你要是跑去搞什么项目居间呐，你疯了！我不懂那个实体的东西啊。你不懂你就不用掺和了，你那玩意儿现在是个下行，你现在干的这个是上行，妈呀！但是我也有空余时间，我还是就是毕竟除了钱以外，除了米以外，我还是想提升认知，然后开拓自己的眼界。可以，你未来想要去做2级市场，对不对？你可以去有针对性的去结交这方面的厉害的人，可以。知道吧？因为这方面厉害的人，他要不能给你认知，要不能给你资金，要不能给你资源。总而言之，他一定能切到你未来想走的这个轨道上面去。但你不要想着我现在要通过什么搞别的事儿去挣一笔，完了以后再拿着这个米去炒的，这个概念不太对呀。明白了。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弹幕说的，我现在连麦的这个号并不是我做起来的这个号，我现在的这个号是一个作废了的号。
然后不重要。我前2天，我还有问题，姐姐，我前2天去见了一个男性，他是42岁，自己创业，公司市值是1到2Y，然后也是投资人，在全球各地做过10年的高管。然后我跟他就是接触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有对我动长泽的这个念头的，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不确定，所以我想问问你你19岁，你跟鬼去长泽啊你？啊？你就跟你自个儿长泽，你跟谁长泽去啊你？你不要急功近利哟。你要跟谁去长泽呀？你到时候被这些外面的这各位老爹爹到时候白批一道，你还长泽个毛线？我只是想要他给我一些东西。哎呦，你想让他给你什么，你直接开口，你别想什么长不长泽，知道吧？长泽不是指我要跟他进围城，就是想让他带着我成长，这个意思。你们呐，典型的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知道吧？我告诉你，社会上面这些老油条啊，他们说起来能带你成长，其实他自己可能就是认知也就不咋地。你不要觉得他好像认知很高超，有些人到时候吧，你什么都没拿到，然后被他白批一道，美其名曰带你成长，他妈成长个屁成长！明白。就要点真东西，懂吗？或者说我说了，要不然就找垂直的做2级的。你不是想做2级吗？你就去找垂直的做这个赛道很牛掰的人，你就去找这种人可以，你跟着看跟着学，谈个恋爱什么的，反正偷个师无所谓。你不要去找这些你又看不懂人家做的那个东西，你还以为人家是个什么大哥，其实不是，屁也不是，现在说不定都一屁股债。你想要什么直接跟他说我要什么，看他能不能做到，好吧？好的，那就是在他满足我的要求之前，我可不可以非常矜持，就是不和他接吻，然后接吻之上的事情都不做，可以吗？这样子。他多大？42。哎呦我的妈呀，那肯定啊！哎呀我的妈呀！我搞不太懂我自己在这个对碰或者之类的。你对个毛的碰！我就跟你说，你脑子他妈歪了，对碰，你对个鬼的碰！你这个心态现在出去就是我们说的走 G 字形，知道吗？你出去，别人那些男的就拿着个胡萝卜在你面前晃，就以为哎呀这个能给我，这个那个能给我，这个是他妈的100亿大佬，那个都是个屁，都是个屁。我们那天还在开玩笑，说有个100亿大佬天天在外面搞对碰，完了以后就给人送电子烟，见人就是送电子烟。你们不搞这些，外面这些人真的是老油条，跟他妈油的不得了，知道吧？明白。好的，那我就总之矜持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就琢磨你自己的事儿，把你自己的事儿做明白做好。要接触任何一个人，要么就是你想要进的那个垂直赛道，清清楚楚，懂吗？要不然其他人得拿点东西，拿点实实在在的，别跟我那扯淡。明白，就是在他付出之前，我不应该跟他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是的，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作聪明。我送你这8个字啊。明白。好的。然后不过由于他的或者是他们的价值确实很高，我该怼的情绪价值还是应该怼上去吗？哎呦我的妈呀！你19岁，你不应该懂情绪价值，你懂不懂啊？你19岁，你要是懂情绪价值了，你反而就不正常，懂吗？你做你自己好不好？你就搞你自己点事儿，行不行？情绪价值，哎呦我的妈呀！你就是个小孩穿个大人的鞋子在那狂，好好做你自己的事儿。好的。太浮躁，对，这个申公子说的没错，太浮躁了。你小心被人骗，我告诉你，到时候骗他妈那个什么柬埔寨的去卖了。哎呦我的妈呀！谢谢。就这样，想走捷径。哎呀，吓死人！千万戒骄戒躁，我告诉你，要不然19岁你还踩大坑。
好的，谢谢。我跟你们讲啊，外面的这些男的油的很，那些什么光环呐、这个那个的，这很油的，你们知道吧？哎呦，我天天在这儿啊，跟你们苦口婆心呐啊！你们的妈都不会像这样跟你们操心着急，真的，我真他妈比你们妈还操心还着急，我生怕你们被外面那些老鬼骗了。我跟你们讲的呀，绝对是不吃亏的方案，明白吗？你们在我这听的，你们听我的，绝对是不吃亏的方案。你们要是要听那些有些主播故意为了搞三观正啊，搞那些情怀流啊，我们先付出啊，我们走情怀。我告诉你们，一个坑比一个坑大，那全是些牛鬼蛇神，知道吧？那外面那些鬼都是些牛鬼蛇神。哎，有些女孩子她蠢的要死，一看，哎呀，他是个大领导，他说给我介绍工作。哎呀，他是个百亿大佬，他要给我介绍项目，屁都没见着，夸夸上头，然后就跟别人那个哼啊哈的，完了嘞，屁都没有，因为他任意一个理由都能撤销他给你的承诺，任意一个理由，他给你做出的任何一个许诺，任何一个承诺，都可以因为任意一个理由撤销，明白吗？他说了，他要给我买房，到时候趴完了跟你说，现在行情不好，现在进去不是成了接盘侠，合不合理？我就问你这个理由合不合理，对吧？他说了，他要帮我介绍项目，当他跟你说，哎呀，你不要急，做事情急不来，对不对？一个项目是有项目周期的，对吧？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慢慢的盘，对吧？你不要着急，这个项目我预计大概也就1年半以后肯定能出一个结果，行不行？一环扣一环，一个萝卜接着一个胡萝卜，你们就天天搁那上当受骗，懂吗？他妈天天搁那上当受骗，真的。年纪轻轻的女孩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的青春无价。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愿意付出的人是很多的，真正的伯乐男，真正愿意付出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很多时候对方也要看你是不是那种廉价的人，知道吗？有的时候还不是说你目标客户选错了，有的时候即使你的目标客户选对了，你节奏不对，他也错，因为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你太容易上钩了，他也会觉得我给你再多的资源，我给你再多的米，给你再好的机会，你也拿不住，因为他认为你没有这个段位，明白了吗？很多时候你们不要觉得，哎，我把这个男的，我吊在那儿，是吧？我就只是每天跟他聊个天啊，跟他当个朋友，他会不会觉得没兴趣了？他会不会就觉得没意思了？我告诉你们，你们有的时候要反着想，你太容易上套了，他会不会觉得你没有价值？会不会觉得你没有脑子？到了你真正要做事的环节的时候，他能不能信任你？男人是这样的，他很矛盾，知道吧？他又巴不得呢3分钟把你盘上手，但是真正把你盘上手了吧，他又觉得你这个人吧没能力，明白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老板呢，他要想泡你，他又想很快的把你泡住，但是呢，他真的把你泡住了吧，他就不给你别的机会了，不给你别的资源了，因为他觉得你能迅速被他盘上手，你也能迅速被别人盘上手，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明白吗？所以你们自己的动作首先要对，自己的核心首先要稳，然后你才能谈你遇到的到底是不是个好人。你自己的动作都不对，你到时候遇到的人，他一遇到你，他觉得我要是给你当伯乐，我不成了个傻缺，对不对？但我不成了个二傻子，我也不能给谁都当伯乐，我要遇到千里马我才能当伯乐，对不对？我要遇到那傻子，我不扎白不扎，你懂吗？你们会给人这种印象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错过我的直播找不到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喂，你好，智许妹妹，听得到我讲话吗？听得到，你说。是这样子的，我的基本盘35岁，没有进入过围城，收入30万，学历本科，我个人资产大概400W， 父母资产大概700-800W， 大部分在房产还有店铺上，没有什么现金流。我自己在新一线城市苹果，父母在18线小城市，已经退休。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有生育焦虑，我想推动今年内或者明年年中结婚带球。我有2个男嘉宾，都是用曲的直播上面的技巧就是找到的。然后我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推进我的目标，以及哪个男嘉宾更适合我。男嘉宾1号37岁，扯过快乐症，没有球，收入30W， 学历本科，苹果，个人资产没有，父母资产大概是200-300W 的房子，但是他父母退休没有养老金，所以他需要给父母养老，导致经济压力相对来说是比我重一点。然后他是跟我是在同一个城市，算是比较穷的那种城市的土著吧，财产都给了前面的女嘉宾。他目前和父母是一起住，然后我们是对碰 APP 认识的。我们是一个行业，就是我们是一个都是一样是苹果。然后今年4月份认识他的时候，我很胖，他和我在一起10几天后说实在啃不下分手，然后我用1个月时间减了30斤，然后用情绪价值啊，各种不要求回报啊，不求你爱我，双命的说我们什么前世今生姻缘，切西都表情，然后就追回他。然后目前他的付出是交往半年，在我要的情况下送了，hello， 值大概送了什么？送了多少？听得到吗？送了多少？送了价值大概1W 的礼物。日常开销他占60，我占40，然后也见过他的家人，然后10点半生活比较和谐，没有带雨伞。我想推动带球，就是我知道他这个人很烂，但是我的目标是推动带球，就是我想要有个球。所以呢但是我想推动带球，但是他说我快速减肥导致母体不好，还有我之前就是我闹过几次，让他很害怕，相处才半年还不足以推进婚恋。然后我平时情绪价值都是拉满，但是会消耗我自己，导致反噬。之前闹过的事情是中秋节去他家里过节，他一直打麻将不理我，然后我当众黑脸了。还有一次就是我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监控他的行踪，看到他车上有几次都载了一个女的，然后还骗我说他去上班或者干其他事情，然后我就忍不住起跳了。然后2个星期前他跟我回我老家去见我父母，我父母说元旦可以领证，他含糊其辞过去了。昨天下午我发现他又骗我说他在开会，实际上又去和那个女生见面。我没有起跳说我知道，因为通过那些奸谋式的手段不是很好，我不想给他知道。然后我就说我不舒服，闹着让他来我家，他来了，并且有10点半生活。然后为什么他这么烂，我还想要跟他推进呢？是因为他脾气比较好，耳根子软，然后比较好拿捏，然后我对他也比较有感情。然后我想让曲妹妹帮我看一下，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穷，他还能够多偶，怎么还有资格多偶？这个我想不通。那为什么他又穷又多偶，你还觉得他好拿捏呢？你怎么不问问你自个儿啊，大姐？你们在问别人事情，你们能不能先问问自个儿啊？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今天早上我说我想1月份登记，他说好，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在忽悠我。那男嘉宾1号讲完了，男嘉宾2号33岁，未婚，就是没有进入过围城，收入25W， 学历本科，体制内，个人资产250W 的房产，父母是18线城市做生意，资产大概应该也是200-300W。然后
也是对对碰 APP 认识的，但是他性格比较急躁，很较真。然后我用了曲曲的理论后，目前对我比较上头，但是还没有发生过10点半的关系，因为你说要3个月后才能发生嘛。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发生10点半关系之后，就可能没有那么上头了。然后对我的付出是送了大概5K 的礼物，日常开销是他占65%，我占35%。然后因为交往时间不是很长，就大概1个多月，所以我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真实性格。但是他真的太闲了，所以占用我的时间非常多，所以我没有办法多线操作。然后我想问问曲曲，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时间管理大师？我跟你讲啊，你们就是我被那些下沉市场的男的骂的罪魁祸首。你们把我的金贵的理论用在这些下沉人身上，你让他们来攻击我，你们都是坏人，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乱用我的理论，你妈用到那些鬼身上去干什么？对，我也觉得我学了满身手段，为什么要用在这个男嘉宾1号身上？但是曲曲因为是这样子的，我的诉求是我想要有一个娃，而且我你要有娃，你就随便找一个帅的、身体好的，不就完了吗？可是我的年纪我找不到呀。不用啊，你又不要那些男的给你负责，怎么会找不到呢？可是因为还有第二个就是我还有个要求，就是因为我是苹果，所以我想要娃在外面的人看起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有一个正常的父亲。你那个苹果，你一年挣30个 W 是不是？对，就是非得这俩男的里头选是吧？目前那就男二，我跟你讲啊，不是别的啊，就是你这个又多偶又穷，完了还有个娃，我真的你这个他没有娃，你那个男1号不是有个娃吗？没娃，扯过快乐症没娃。但是他跟前面的女嘉宾扯证的原因，他跟我说是因为前面女嘉宾跟他在围城里10年，然后没有办法生育。我跟你讲，说不定这男的有个问题，功能障碍，你知道吧？你到时候你这个重大诉求达不成，你见了鬼。本来已经很难受了，到时候你这个重大诉求达不成，你算是见鬼了。你真的是本来就是已经这碗饭已经很难咽了呀！我的妈呀，这个男一稀巴烂，都不是个正常人都，我他妈听都听不下去，是吗？哎呀，主要是有点恶心，不是别的，就有点恶心，我搞不懂，玩太恶心了，就又穷又多偶。太恶心了，真的，我受不了，真的。就你来跟我连麦，我这待会儿我要洗耳朵去。太差了，太差了！你亵渎了我的理论，真的，你污染了我的理论呢，你。对不起，然后就是你能一个月减30斤，你说你这么有狠劲的人，在跟我闹分手。他说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多线操作时间管理大师，所以我后面要怎么样去挽回他呢？你把1号踹了不就完了吗？1号踹了2号不就挽回了吗？你非要把这个1号扒着，那你是搞不好。然后跟2号男嘉宾2号是还要3个月后再发生10点半后的关系，会让关系更稳固一点，是吗？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因为你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无所谓，我觉得你不应该把这些东西看太重。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多线发展一些，然后看长得帅的、身体好的单身，然后就再搞这个事儿。后面嘛，结不结得成婚或者有没有这个，我不需要去跟别人交代那么多的。我也可以跟别人说我结婚了呀，我也可以跟别人说这是我老公啊，无所谓呀。别人又不会查户口，我也可以说孩子他爹在国外呀，我随便扯呗。但是。我不能够接受这么按头消费，这太按头消费了，我简直是受不了。不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苹果，所以就是我的婚恋状况都是要登记的。好吧，那我无话可说。然后男二吧，反正这个男一真不行。这个时间管理大师要怎么样子去？就是因为我还想说继续用对碰 APP， 然后再多线去操作多几个，才能够保障我这个目标嘛。但是我在时间管理方面，我觉得真的好难，就感觉好像应付不过来，2个都已经让我很难应付了。我想问一下曲曲要怎么样去操作？我跟你讲，就是拒绝，
没有什么别的，拒绝。你懂拒绝？就是他们约我的时候，我一直拒绝，就是拒绝。你也排好，我星期几跟星期几能见，星期几不能见，我自己心里都有数的，就是拒绝啊。你跟人家也没有到那个份儿上，需要时时刻刻的去报备，就没有这个必要。我想回你我就回你，我不想回你我就不回你。你这个实在是不行了，那我就下一个。但是如果同时都成为我的就是男盟友的时候呢，就比如像现在男嘉宾1号跟2号都是我的男盟友，就是你多余，你就多余干这个事儿。我就说了，你就多余干这个事儿，你在不值当的人身上搞这个事儿，完全没必要，就不应该给身份。哦，明白了，就不应该给身份。对呀，为什么要给身份？暧昧不就完了吗？暧昧的话，能够了解到他的真实的性格。废话，你不是一回事吗？你不了解明白，你为啥要跟人谈恋爱呢？就这样。好的，谢谢曲曲。能不能不要问我这种这么下沉的男的呀？我真的我没有经验，我真的求求你，我都不知道我这怎么咽得下去，他还咽不下他还说那男的说，你说这男的都说出这种话了，你们怎么还可以继续这个关系啊？他说他当时胖的时候，这男的跟他说我实在是啃不下去，这男的都能说出这种话了，你们还要挽回，还要怎么做小伏低搞情绪价值？哎呦，你们有没有点尊严呐？我就想问一下，一点尊严都没有，这么低自尊，为什么不找个大佬哄啊？找个大佬哄不行吗？这么低自尊，你们就是这些男的真是被惯的呀，被惯的这不成样子，知道吧？你说你们干嘛？你们简直就是扰乱市场，是不是？就这种人他都不配有女的，就是你们还要扒拉他，你们还要做小伏低，还要在那跪舔，哎，真是把个市场搅得个稀巴烂呐！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用在金贵的关系身上，好不好？找我们1v1，或者是想进我们的社群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们这个金贵的关系这个名字真的不是白取的，你们能不能理解一下，好不好？能不能把金贵的关系用在金贵的人身上，好吗？让自己也成为一个金贵的人，不要沾染 low 气，好吗？可以吗？我真的求求你们不要扰乱我们这个课程的磁场，好不好？来下一个。而且真的，你说你一月能减30斤的女的，你多么的有韧劲啊！你对自己这么大的狠劲儿，你干什么不行啊？你先去动一个呗，以后有合适的了你再做呗，你再 DIY 呗。你把个人气晕掉。Hello， 你好。你好。哇，知道我了吗？哎，对，你说。这来的太突然了。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我是在超一线城市生活，然后有房有车，资产2000吧，身材长相7分左右吧，然后年入300。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陷入了一个执念，我想要求，我单身，然后我也有去咨询 DIY， 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繁琐，然后我就想自己来，因为我身边有去 DIY 没有成功的，就是也挺遭罪的，钱也花了，我觉得挺难受，所以我想自己要。然后这一年呢，不停的去对碰，然后接连了找了有几个吧，都属于自己倒贴的那种，我觉得也没有结果，然后还挺难受。
我就现在就有点内耗了。其实我如果不考虑这个球，我活得挺潇洒的。哎呀 ，DIY，不，我跟你讲，你们这是属于就是有没事找事儿，懂吗？纯有病，没事找事儿。DIY， 你一年能挣300，一年能挣300，你就 DIY 好不好？找人一条龙给你搞完，你自己都不用参与，好吗？哎呦我的妈呀！你们真是没事找事儿，这么有钱的女的想不开呀！因为是什么呢？就是 DIY 这过程啊，就我为什么想要自己来？我觉得至少我知道这个娃的爹是谁，就有点温度，就是有个毛的温度呀！你知道娃的爹是谁有什么用？那个爹说不定一身臭毛病，像你这个搞法，你还不知道人家有什么暗毛病。哎呦，你们每天用我这么大的智慧去解决你们这种弱智问题，你们良心过得去吗？真是我真服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想在40岁之前要3个，没问题啊，那更要 DIY 了，那怎么能自己搞呢？开玩笑。你到我们那个吧，你到我们的闺蜜圈里头，你到我们闺蜜圈里头跟大家交流，我们那里面小姐姐全是你们这号，真的。就是说实话，因为之前如果走事业的话，也还真挺想跟你走一个赛道来着。你还跟我走一个赛道，你连这事儿你都想不通，你要跟我走一个赛道，你别把大家带沟里头去了，喂。那行吧，那我知道你的意思。赶紧去，不要教。哎呀，不要琢磨。我跟你讲，不要琢磨。我告诉你，你可以这样，你先 DIY 俩，你不是想要3个吗？对不对？你先 DIY 俩，剩下一个随缘，你不就马上不内耗了，对吧？剩下一个随缘。但有的时候吧，因为我自己做2级市场吧，就市场不太稳定的话，我说300，有的时候是基本上200-300打底吧。我很担心，就是万一我自己不行的话，我还能找一个，是吧？你现在找的些男的都要倒贴了，你在这扯什么蛋呢？你们总是言行不一致，知行不合一。你现在找些男的莫名其妙的男的，你要去跟别个带球，你找的恨不得倒贴，你都没带上，你还在谈什么？你的事业不行了，你找个男的给你托底，你找的是那号人吗？我没有，但是我如果想走雄竞路线的话，我觉得也还行。对呀，就走你的雄竞呗。做娃归娃搞，男人归男人搞，事业归事业搞，3条线不搭嘎，好吧？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啊。对呀，没有任何一个点位有什么好内耗的。你有米放在这个地方吗？通了，那我没问题了。神经不正常吧？这妈神经不正常，这都再见啊！我跟你们讲，你们说是不是？那有钱的女的好多脑子神经不正常的，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看了，米不能解决智力问题，真的，你和米呀都是靠你们勤奋得来的，知道吧？完全就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智商高，真的是靠勤奋，我看出来了。你们真的很努力，都还没有开始拼智商，到了拼智商的时候，估计你们都不行了。什么问题，这都什么玩意儿都要给自己内耗一下，这实在是生活过得太轻松了，没东西可思考，是不是？我们闺蜜圈里有好多这种小姐姐，就是每天就是莫名其妙，要颜值有颜值，要米有米，然后每天就是为这困惑的那些事儿我都听不懂。你说这困惑的叫个问题不？原来我有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她自己几个小目标的身家吧，然后呢，她说我要是给自己弄3个娃，你说我以后找男朋友会不会不好找啊？哎呀，我说那个男的呀，他之所以在乎你有娃呀，是因为他觉得他要跟你养，明白吧？我说这个娃你又不让他给你养，你不花他的，他在乎个毛线呢？对不对？你不告诉他也没事儿，你告诉他那是你有良心，那是你心地善良，对不对？你不告诉就不告诉，反正你自个儿养。他要知道了你就让他知道，他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下一个，这也是值得去琢磨。你说你们是不是白挣这么多米了？米是挣着了，脑子一点都不打开。
所以说呀，为什么女人挣着了米，她也没有获得这个社会上相应的话语权跟社会地位呢？就是因为老在这些不值当的事情上思考问题。我看那些男大佬从来不思考这些鬼问题。我接触那么多男大佬，没有任何一个男的大佬来给我琢磨过这个事儿。他们都没想得蛮开，女的是女的，事业是事业，娃是娃，他们想得很开耶。你们能不能稍微的进化一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这个什么10点半方方面面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也会回复你们。我们最后再连一个，来，赶紧抓紧再连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说。很开心可以连到你，然后小美女姐姐，然后可不可以叫一声曲妈妈？因为感觉不可以，你跟我的父你只能叫妹妹。快点，曲妹妹。然后因为你讲的东西跟我的长辈给我讲的东西基本都一样，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我长辈给我讲的话，但是你给我讲的豁然开朗。然后我的基本盘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现在人在美国，然后房子的话是房子和就是所有的资产加起来可能有40万美金，然后我现在年收入25万美金左右，然后对长期关系无执念，对长期稳定的关系有执念，但是对婚姻这张纸或者求无执念。然后我现在的我主要有2个问题吧，然后我现在有3个男嘉宾，然后就是根据学了您的直播之后，然后在2个星期之内感觉有不错的然后我们是属于特效药，一用就见效。因为我原来其实高中之前、大学之前，我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小女孩。虽然说我的颜值加上身材只有6分，但性格原因综合起来就还是蛮受 popular， 所以我就 get 到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重要，就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然后就是我现在走雄竞呢，还是我现在对应该是稳定家庭？因为我其实，在大学之前，不是在出国之前，我其实都是很稳定。要走雄竞赛道的，然后但我在2年前，然后被家人强塞了一个高质量的男嘉宾，然后那个男嘉宾就彻底的就是改观了我的认知，然后觉得哇，有一个人陪伴，然后真的很不错，就有那种情绪，就他虽然没有给我情绪价值，但我跟他聊天就很愉快，然后让我就每天就精神满满，然后就很有斗志，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稍微有点摇摆，就是在雄竞还是在家庭，就稳定的家庭之间。然后我现在的3个男嘉宾，然后男嘉宾就是白人1号，然后他就是他之前有一个10年的关系，然后是现在就是单身，然后33岁，然后情绪价值极强。他说他睡前要跳个舞之类的，我就震惊了。作为一个理工女，我就很震惊，然后很浪漫那种，就白人，然后他就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就唯一的吃了一个苦就是10年的女朋友，在他受了一次大伤之后，然后其他就离开他了，然后。白嘉宾然后他的收入可能就10几万美金吧，然后但是据他只是选择了一个，但是他的本人能力肯定不止10几万美金，然后这是我感觉到。然后白男2号就是个理工男，然后他然后是30岁单身，然后收入可能也就是25万到30万这个区间，然后我跟他就在一起就是比较开心，比较活泼，我就感觉我可以做自己，我就不需要。就是付出很多的情绪价值，我就不想理他就不理了，然后第2天我有时间我再理他这种，然后就还不错。然后第3个呢，第3个是个中国的中国人，然后在中国长大，美本，是个北京土著，然后能感觉家里，然后他是高中是上北京非常著名的一个高中，然后所以我推断家里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没有到非常强劲的态度，因为他在美国这边有房有车，但是都不是属于那种很豪华那种，就属于比较普通的那种。然后所以我现在的就问题就是这3个男生中，您觉得哪一个就比较符合我呢？你就是想要稳定长期的关系嘛，你也不是对于男方有很大的经济诉求是吧？是的。那这个2号听着还可以啊，2号能让你做自己多轻松呢？
哦，是的，是的，明白。那还有一个那个问题就是，我是现在想走雄竞还是走家庭的？雄竞跟家庭冲突吗？妈呀，这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走不走这个雄竞雌竞，它的问题是取决于哪儿？取决于你的收入到底是大大的大于对方，还是对方的收入大大的大于你呀？哦，有道理。如果对方的收入非常大于你，你就把他哄好，因为他是你老板嘛，对不对？那你就说所谓的啊，我要把家庭弄好。可是没有啊，你们的情况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大家差不多当然是自己事业也要追求啊，家庭就是共同承担啊。明白，因为我是想是家庭的话，将来如果有孩子的话，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然后去。你这不是屁话，这是个必然事件。哎，必然发生的事情，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产生焦虑，懂吗？因为你说了，我对长期关系是有执念的，对吧？你刚刚说你对孩子有没有执念？没有执念，就无所谓有没有小孩。对，有孩子也可以，没孩子也行，是吧？是的，还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这两个之间是非此即彼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该做事业做事业，这个家庭的问题到了那一步再说。而且你也不是说，你又不是说干多大个事业，你没有到人家那种说，没有到人家那种说要怎么去权衡的这个地步啊。因为我还是想更多投入时间跟精力来就自我提升。那你就提升嘛，你提升你的嘛，那你就暂时不要孩子不就完了吗？明白。好的。那我想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就是如何就比如说跟白人他们这种交往的话，也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付出那一套，您觉得可以继续使用吗？就就是我的问题其实在于，就如何确定关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可以确定我们是男女朋友？一样的呀，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套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你不要，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其实所有的人他都能找对象，但是我们一定要重筛选逻辑。就是说任何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总有大方的人，总有小气的人，总有愿意负担更多的成本的人，总有要 AA 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如果你希望找一个承担更多，能够给更多支撑，能够投入更多的责任，然后你就看我的理论，它无非是帮你做出更好的一个筛选。无论他是哪个国家的，这都不打紧，哪个国家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明白了，就看他还是不是愿意付出的。对，因为我要的是我的这个框架，明白吗？因为我要以我的感受为先决条件，我想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那么我就要在我要的里面去做筛选，而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那个文化，然后我一下子变成这样，一下子变成那样，不是这样的。明白。对，我现在主要是其实就是拿不准，然后这套逻辑能不能安到这白人的这个能不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筛选逻辑，懂吗？就是以我需求为中心嘛。对，这个东西是没有对错的。你说 AA 有什么错呢？没有错，懂我意思吗？女的承担经济也没错，女的很有钱，女的找个小鲜肉，女的承担经济也没错，男的承担经济也没错。本质来讲，这都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它没有对错。而我要的是我要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要在我的这个态度下面做筛选。明白，就是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去筛选一个符合我。对啦，那个要 AA 的，就是筛选那个 AA 的就完了的。我不要那个 AA 的，我就不要这样筛选嘛。我就用我这套逻辑，我放之四海，我都要用这个逻辑。我今天管它是白的、黑的、黄的，我都要这个逻辑。明白。那我就是找一个让我相处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对的。没有问题了，谢谢。好，拜拜。你们能不能明白，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对于情侣啊、情感关系的选择啊，它是没有绝对的对错的，它只有叫适配。我跟你们说，因为我在美国见过很多真正的女权啊，她们是非常的强势的，
他们就是那种男生给他拉个凳子他都会不高兴的，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给我拉凳子呢？我自己不能拉凳子吗？就是他们的那种思想是他们非常抗拒接受男人的这种好，他认为任何男人能干的事儿我都能干，任何男人能干的事儿只要我能干你别插手，他们是真的是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如果让他们去学习这套东西说啊，去引导付出这个那个的，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傻叉儿你明白吗？所以所有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对错，它完全讲的叫做适配。我给大家的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大环境下面，对吧？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会让我觉得又轻松又愉悦又舒适，懂吗？就是又能够给到我很多的物质支撑，同时还能给到我相应的尊重。然后呢，我还能在这里面四两拨千斤，投机取巧。我就是这种喜欢用比较小的力气去完成一个比较大的结果，我们就是这种人，这个就是我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我一概的生活理念，就是这样。用比较小的力气会获得一个比较大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们的路子。所以我们的金贵的关系里面讲的全是这种路子，要用小支点撬动大结果，这个是我们的路子，这个是我们信奉的，我们学习的，我们践行的，而不是用我要跟他同等的对抗，我要有同等的力量，同等的对抗，同等的能力，拿到同等的结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并不是我的整体的思路。所以你们要找什么样的男人，不要想着这个文化里的环境的男的他们都 AA， 那个文化里的环境的男的他们都那个大男子主义。我告诉你们，任何一个文化环境下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只是比例问题，明白了吗？只是比例问题。所以我们要的是坚定自己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去做极致筛选，然后把那个吻合我的框架的人筛进来，而不是跟着别人的逻辑思路去跑。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找这样的，在那个环境里找那样的，不这样，永远的找的都是我要的那一套逻辑的，这个你就能够求什么得什么，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10点半相关的内容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我要下播啦，我们下一场周四晚上6点见，拜拜。